要去找国公爷，我要去换国公爷，我要问问他就这么放弃荣生了吗？娘，你不要再闹了，这就是二哥做错了，罪名书已经下来了，改变不了了。而且经过这事儿，二哥肯定做不了世子爷了，但我还可以啊。你若继续闹下去，惹恼了父亲，世子爷之位不是荣林就是荣然的，再也轮不到我们了。你亲哥坐牢了，你还想着世子爷之位？莫非之前的青楼女子、监察司的密报都是你做的？当然不是。是你想要当世子爷，所以陷害荣生。娘，你冷静一下，我对你和二哥的心意，你们不知道吗？现在是感情用事的时候吗？娘，三哥一心想让二哥当世子爷，这样我们全家都受益，你怎么可以怀疑他？娘，二哥说是坐牢3年，但我们是景国公府啊，稍微活动些人脉，弄个狸猫换太子，就可以把二哥接回府来。没错，三哥说的对，二哥不会吃苦的。如今我们卸下当务之急是和父亲修复关系，这样我才能顺利的成为世子爷，我们母子4人都有好日子过。你说的对，只要抓住你父亲，其他都不是难事。没错，我有2个儿子，荣生当不了世子爷，荣庆可以当，到时候咱们母子4人还是可以吃香的喝辣的。娘，你还有父亲的宠爱。是，娘，我们全都靠你了。诗兰，帮娘装扮一番，娘要去见你父亲。我们走吧。娘，我就不去了。为何？你就和父亲说，我因为二哥而伤心闭门。荣庆，你果然比你二哥聪明。江姨娘，你怎么来了？江姨娘直接道：妾来向国公爷认错的。是妾关心则乱，为了荣生的事儿大吵大闹，给国公爷和夫人带来了麻烦，自己跟着昏倒。醒来后，荣庆给妾捋清事情经过，确实是荣生错了。荣庆劝说的。是啊，他向来对兄弟姐妹感情深，现在他正在房里不吃不喝，内疚自己没有早点发现荣生走错路，要不然他不会。这怎么能怪他呢？他就是自责。那也得用饭，赶紧派人送饭菜过去。国公爷送的饭菜，荣庆一定会吃。国公爷，妾……什么都别说了，我知道你都是为了孩子。这就没事了。好了，也中午了，一起用饭吧。世子爷，萧姨娘好厉害呀。是你公爹太蠢了。你怎么能这么说父亲呢？觉得我不敬重他？有点。他都不尊重自己，我何必把他放在眼里？在外面不能这样哦。你倒是会管教我。我没有。那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我是怕别人笑话你。知道了。累吗？也不累。还是休息休息吧。你是不是又担心了？担心什么？谢荣生走了，谢荣庆又来了，谢荣林怎么袭爵位？我才没有担心呢。真的？你之前说过，谢荣生和谢荣庆自己会作孽，我们拭目以待就行了。我累了。那你睡吧。谢荣玄缓缓躺下，闭目就睡着了。这么快？江元义伸手给谢荣玄把脉。前几日缓慢进展的脉象，这2日又有些堵塞，怎么会这样？江元义不得不埋头继续研究药方子。世子夫人，京城乱七八糟的医书都被我们买光了。跑了几条街，才买了这么几本。那我们现在回府吗？回府。世子夫人，这是什么医书？东夷族医书。东夷族？那不是咱们的敌人吗？和世子爷打过仗呢，不要看他们的书，坏人的书。天下有好人和坏人，天下医书也是。东夷族的很多医术都写进我们大晋的医书中，确实治愈不少人的。这么厉害？不过这里很多病症我都看过。世子夫人真是博学多才，才高八斗呀。像你会说。许久后，马车停下来，外面突然传来一阵敲锣打鼓。怎么回事？奴婢去看看。世子夫人，喜事，大喜事！什么大喜事？咱们五爷通过会试了。荣林，副将，下月殿试可有把握？儿子定会尽全力。好，争取考个进士回来，光宗耀祖。是，副将。是。
世子之位唾手可得，偏偏冒出一个谢荣林。娘，一个共识，抵得上父亲的看重吗？他会成为进士啊。成为进士又怎么样？他一旦成为进士，就会成为谢氏一族的荣耀。族中那些老东西就会推举他为世子。父亲不会同意吧？那个时候，父亲根本阻拦不住。那怎么办？那就让他考不住。吴帝常常住在书院，我们动不了手。那就让谢荣玄提前死。那就让谢荣玄提前死。提前死？没错。谢荣庆沉思，谢之兰虽然张扬跋扈，但杀人他有些接受不了。本来他就活不过1个月，你看他如今半死不活的受罪，不如早点结束痛苦。我们这是帮他。他早早的死了，谢荣林来不及成为进士，你父亲便可以凭借景国公的身份压住族中那些老东西，选荣庆为景国公府世子爷。否则我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谢荣林成为景国公的世子爷。对，我们要速战速决。那4个早死，3个确定可以成为世子爷？确定。诗兰，这件事需要你的帮助。我？我要做什么？江姨娘压低声音说出计划，谢荣庆连连点头。这样是帮助你4哥结束痛苦。小妹，我若是成为世子爷，你也能找到更好的如意郎君。好，我帮助。东西我来备。六妹妹，四嫂，怎么来小花园啦？我来赏花。那你赏吧，我走了。世子夫人，怎么了？六姑娘今日好生奇怪。哪里奇怪？平日里她见着我，不是冷嘲热讽，就是翻白眼，今日居然这样好好说话。春桃分析道：可能是因为二爷进牢狱，他有所收敛。应该是的，我们摘花吧。是。他是感到时日无多，故意强调重要事情。还有1个月就是贾大夫和御医说的死期了。江元义尽了自己最大的能力，好像真的只是减少他的痛苦，并不能延长他的寿命。越是临近死期，他越是舍不得，眼睛不由得酸胀。谁欺负你了？没有人欺负我。那你眼睛怎么红呢？我刚刚吹了风。以后受欺负不要哭，要反击。知道，你都说过很多次了。我怕你记不住，多强调2遍。他是感到时日无多，故意强调重要事情。江元义越是明白，越是难过。我去洗把脸。去吧。江元义走进镜房，眼泪立即落了下来。他伸手抹一把眼泪，鼻尖突然掠过一股奇怪的味道。哪来的味道？他下意识地四周看了看，没有发现任何异样。他又闻闻自己的手，这是什么味道？怎么这么怪？哪里来的？他去小花园的时候还好好的，然后摘一捧花骨朵捧着回来，洗了洗手，坐到谢荣玄的床前，再也没有碰过其他东西。所以这个味道是花骨朵上面的？不可能。他这几日每天都摘这些花骨朵，洗手后手上不会残余花香，不可能是这种奇怪的味道。那这个味道，他脑中忽然闪过荣花药3个字。对，荣花药。荣花药是一种溶于花瓣中的药水，无色无味，很难洗掉，但是遇到咸的东西会散发一种淡淡的怪味儿。它对正常人没有毒性，可对身子虚弱的人就是催命符。世子爷！他心中大骇，连忙跑出镜房。谢荣玄已经坐起来，靠着大迎枕，伸手接过春梨递过来的药丸，送到了嘴边。江元义当即大喊：世子爷！江元义上前一把抢过药丸。怎么了？世子爷，药汁有没有喝进去？喝了一点。春梨，快去端一碗温盐水来，多加些盐，不管盐有没有融化，都立刻端过来。是，世子夫人。世子爷，你别动。好。江元义慌乱地抱来药箱，从中取出一瓷瓶酒，倒出半瓶洗手，再倒一些在手帕上，来回擦拭谢荣玄的嘴唇。其他地方碰到药汁没？手上撒一些。江元义赶紧给谢荣玄擦手，反复地擦干净。世子夫人，世子爷，你赶紧喝2口。
怎么样？盐水太咸。身子呢？身子什么感觉？没什么感觉。江元义不放心，伸手按住谢荣玄的脉搏。元义，发生什么事了？今日的药力可能有毒。有毒？什么毒？荣花药。溶于花中的毒药？没错。江元义将剩余的温盐水倒进药碗里，不消片刻，一股奇怪的味道弥漫出来。这是什么味道？荣花药的味道。世子夫人的意思是，我们今日摘的花骨朵里有毒。可是我们最近几日都是在一个地方摘的花骨朵，一直都没有问题，今日怎么会有毒呢？是六姑娘。为什么是六姑娘？今日我和世子夫人进小花园的时候，碰见六姑娘从里面出来。没有证据的事儿，你们两个不要说出去。是，这儿没事了，你们出去吧。那世子爷的药怎么办？一会儿我亲自熬。是。是谢师拦下的手。你为什么这么肯定？武帝通过会试，下个月若是通过殿试成为进士，那将是景国公府的一大荣耀。就算父亲不同意，谢氏一族一定会推举武帝为景国公府世子爷。那就没有谢荣庆的事儿了。江姨娘母子三人想要我提前死，让父亲快速立谢荣庆为世子爷，那么武帝别说中进士，就是中状元也改变不了什么。江元义自小知道高门大户污秽事情极多，他和娘亲姐姐在其中受过毒打折磨，可没想到江姨娘母子三人会想要谢荣玄的命。别怕。那我们怎么办？你说呢？我要把谢诗兰给救出来。对，就要这样，有仇报仇，有怨报怨。不过这事儿揪出来一个谢诗兰，伤不了江姨娘和谢荣庆。揪出谢诗兰之后，我要撑住，撑1个月啊，撑到武帝考中进士，一切都会解决。1个月，仅仅1个月的时间，还要硬撑着才能拥有。江元义心痛的眼泪直流。又哭什么？谢荣玄笑着伸手给江元义擦眼泪。世子爷，我不想。不想什么？不想你死。傻，人都会死的。我不想你死。生病2年来，谢荣玄早就把生死看淡，可这一刻听到江元义说这么一句，他发疯的想要活下去，想要一直陪着眼前这个爱哭的小姑娘。可生死不由人，他突然感觉到胸口一阵疼痛，嗓子里一股腥甜，他猛地咳嗽2声，鲜血咳出，落到江元义的手上。江元义低头看着点点血红，整个人有一瞬的怔忡。谢荣玄突然无力地歪倒在床上。世子爷，世子爷！不要怕，我会撑住。春桃，春桃，去找贾大夫，快去找贾大夫！是。春桃，发生什么事情了？世子爷吐血了。什么原因？奴婢不知道，你快点去看看。小妹，你干得好。荣庆，你就等着当世子爷吧。娘和小妹的付出，我一定铭记在心。娘，四哥真的死了吗？很快就会死了，早死早痛快，免得受罪。贾大夫。贾大夫看到床面上鲜血斑斑，倒抽一口凉气，急急地来到床前，赶紧给谢荣玄把脉。他误食了荣花药。怎么会误食？江元义微微低头。贾大夫身处景国公府多年，又怎么会不知道这里面的暗流涌动？你给他喂的盐水。是。盐水容易渴，让他忍一忍再喝水。世子夫人借一步说话。虽然你用盐水化解毒性，但世子爷的身子太弱，一点点的刺激都受不得。经过这次，他可能撑不过1个月。尽管谢荣玄保证撑1个月，但江元义都知道人胜不过天。最多半个月，他就会。江元义低头不语。我会慢慢的告知国公夫人他们，让他们慢慢接受。接受？江元义接受不了。我现在回去给他抓药，一会儿熬给他喝吧。江元义点点头。世子夫人，保重自己。
药拿到了。给我吧，我来熬药。奴婢来吧。万一又有毒呢？奴婢，我没有怪你的意思，我要亲自监督才放心。世子夫人，小的有事想问。你问。世子爷是不是撑不过1个月了？是。谢平是钦佩江元义，可听到世子爷时日无多，整个人瞬间失去理智。你不是来冲喜的吗？江元义是来冲喜的，他非但没有冲好，还因为疏忽让谢荣玄误食荣华药，提前。他低下头。放肆！谁许你这样同他说话的？世子爷。谢荣玄脸色极其苍白，但他眼神似寒刀地望着谢平。我交代你的，你都忘了吗？谢平立马清醒，扑通一声跪到江元义面前。世子夫人，小的犯上，请世子夫人责罚。不碍事，你也是关心世子爷，起来吧。世子夫人说的话，你听不懂吗？谢平迅速起身。自己去领罚。世子爷，不要处罚。谢平已经走出后院。世子爷，我还在，他就这般，以后我不……世子爷，江元义清晰地感知到那一点点荣华药对他身子的伤害有多大。你怎么出来了？你不是说要多晒晒太阳吗？可是你……我想晒晒太阳。你在这儿晒一会儿，我先熬药，一会儿正好可以喝。好。世子爷，喝药了。又喝？这是晚上的。已经晚上了。谢荣玄接过药碗，一口饮尽。睡吧。谢荣玄缓缓闭上眼睛。江元义坐在小屋子上看着，一直看着。第一次恨一个人，谢诗兰，恨不得拿把刀去捅死他。可是现下捅死他，也不能换回谢荣玄的命。谢荣玄突然不适地哼一声。世子爷。谢荣玄微蹙眉头，却没有响。是不是热？江元义将谢荣玄身上的厚厚被子往下拉一些，突然有什么东西从他颈部掠过，他以为自己看错了，扒开谢荣玄的身衣，一只指甲盖大小的灰色小圆点在谢荣玄凸起的血管中流窜，他细白的手指轻轻碰触一下小圆点，小圆点突然潜入血管之中。江元义瞬间打个激灵，突然起来，跌跌撞撞地扑到床前的书架前，双手颤抖地翻找医书，一不小心弄到很多医书，发出噼里啪啦的声响。春桃闻声走进来，看到江元义全身发抖地跪在地上找书，他跟着跪下来问：世子夫人，你在找什么？江元义恍若未闻，翻出一本书，慌张翻开。有救了，春桃，有救了！什么有救了？世子爷有救了！真的？真的，太好了！先别高兴，你现在去找贾大夫过来，我有事同他说。是。不要让别人知晓世子有救。贾大夫。世子夫人，世子爷他有救了，跟我来。江元义从一朵花上拔出一根银针，扎到谢荣玄脖颈处，一个灰色的小圆点在针尖附近游动，然后消失。那是什么？是潜血毒。世子爷不是得怪病，而是中了东夷潜血毒。东夷人制的毒？是。我怎么没有听说过？因为东夷医书20年前就把潜血毒删掉了，我刚好在街上淘到20多年前的东夷医书，那上面记录了这种毒。为什么删掉？因为潜血毒对一般人没用。什么意思？潜血毒，顾名思义，就是潜进血液中的毒。就是说身上有伤口才会中毒？5处以上的伤口才能发挥作用。当年世子爷和东夷一战确实受重伤，可是军营管理严格，他们是怎么对世子爷下毒的？潜血毒是药粉，随意撒世子爷身上就能成功了。他无色无味，又潜进血中，任何测毒的方法都测不出来，所以我们一直不知道世子爷是中毒，以为他是得了怪病。没错，我是误打误撞给世子爷扎针，用桃花、银春花、月季花等缓解世子爷痛苦的同时，将潜血毒逼出特征，不然我也发现不了世子爷是中毒。那劳尽国公岂不是？我不知道祖父亲是否中潜血毒，但是贾大夫，我们目前得想办法治好世子爷。
世子爷的钱血毒怎么解？钱叶花可以解毒。只有东夷有钱叶花。对。那赶紧去东夷找钱叶花。可我不认识钱叶花。我认识啊。你能10日内去东夷并把钱叶花带回来吗？谢平可以10日内回来。谢平认识钱叶花吗？问一问就知道了。谢平，你认识浅叶草和浅叶花吗？认识。浅叶草是东夷的一种草，长在山间隐蔽处，春末开出浅紫色的浅叶花。没错，说的没错。贾大夫旋即将钱血毒一事告知谢平。世子夫人，小弟愿意前往，10日内一定会将浅叶花带回来。世子爷。谢荣玄没有反应。江元义伸手掀开谢荣玄身上的被子。你又要偷偷扒光我吗？你什么时候醒的？早醒了。那我和贾大夫的话你都听到了？听到了。我中了东夷钱血毒。祖父可能也是中了钱血毒。逝者已矣，活着的人要好好活着。你安慰我？瞧你傻样。你爷的那股子伤心劲儿已经过去了，爷现在只想快点好起来，再去北周弄死东夷那帮龟孙子。到时他祖父墓前一跪，祖父笑得坟都会裂开，说不定他还觉得自己死得值得呢。中毒哪还会死得值一说？你以后会懂的。乱讲。江元义发现自己真的白担心了，他立刻松手。谢荣玄赶紧握住他的手。江元义没好气地问：干什么？好像什么？好像好几天没有握你的手了。一点也不正经。我要给你扎针了。要扒光我？说了好多次，不算扒光。还是留一些血口？还要把我扎入睡吗？你今日睡了太久了，就不扎睡了。好。不疼的。爷又不怕疼。那你不能乱动的。爸爸。你别说的那么粗鲁。你难道不是要扒光我吗？你可以不说出来。事实就是如此。我是大夫，得听我的，不要说。好，我都听你的。江神医。江元义耳朵突然痒痒酥酥的，他赶紧摒弃脑中的乱七八糟的念头，将谢荣玄身上的被子掀开，然后心无杂念地给他脱衣裳。谢荣玄本来还可以和江元义斗一斗嘴，察觉到自己身子袒露出来了，还是这副病弱的身子，他顿时又尴尬又窘迫，恨不得把被子扯过来盖上。不丑的。你说什么？我说你的身子不丑的，很好看。你上次就说过呢。你不许盯着看。我没盯着看，我只看穴位。谢荣玄没有接话，但他因为江元义的话而自在许多。江元义将一根蘸了鲜花枝的银针扎到谢荣玄的泉涌穴，谢荣玄顿时感到一股热流从脚底传来，浑身轻松。是不是热乎乎的？是。接下来你身上都会热乎乎的。这只是缓解你的痛苦，并不能解毒，还是得等浅叶花才行。知道了。江元义将谢荣玄身上的银针一一拔掉，担心弄痛了他，便动作轻柔地擦掉一颗又一颗小血珠。也因为他的动作太过轻柔，仿佛羽毛划过肌肤一样，比疼痛还难忍。谢荣玄心里痒痒软软的，唤一声：江元义，你是不是眼馋我的美色？谁眼馋你的美色了？就你，你不快把我衣裳穿上，你磨蹭，你就是眼馋啊。你乱讲。别不承认，你可是偷偷喜欢我很多年。江元义想辩解，突然看到谢荣玄的2只耳朵尖红得几乎滴血，他微微一怔，侧过脸去，看着摇曳的烛火笑了。给你穿。江元义给谢荣玄穿上身衣，盖被子。色女。什么叫色女？垂涎男色的女人。江元义侧手看到谢荣玄脸色虽然苍白，但轮廓利落流畅，双眼狭长，微微上挑，有一种立于高山之巅的不羁感，确实是值得让人垂涎。江元义。干什么？你怎么不反驳？我要沐浴更衣了。世子爷，你身子如何？热的。你晚上应该可以睡个好觉。
我现在睡不着。那我给你讲故事。又是从前有座山。今日不说从前有座山，说什么？从前有座庙，庙里有个小尼姑。庙里是和尚，庵里才是尼姑。庙里有个小尼姑的夫君。佛门清净，你可别胡说。和尚出家之前是小尼姑的夫君不行吗？也行的。第二日，江元义如平日一样起床，给王氏请安。江姨娘和谢诗兰刚好也在。元义，你昨晚没有睡好吗？睡得有些晚。是不是荣璇身子有什么不适？没有。没有？昨日贾大夫可是急急忙忙的去圣行院3次，谢荣璇应该撑不过5日，所以江元义担心的睡不着觉，又不敢告诉王氏吧？当真没有？当真。那一会儿我去看看。母亲，我许久没有见过四哥了，想去看看，看看四哥有没有死。江元义恨极了谢诗兰，但他现在得让谢诗兰、江姨娘和谢荣庆误认为谢荣璇近日就会离世，免得他们又作妖。世子爷不便见那么多人。诗兰跟着国公夫人去看看，妾不去。平日里贾大夫都不许房中出现3个人，就不能通融一下吗？诗兰很喜欢他四哥哥的。很喜欢，会给谢荣璇下药，白日说鬼话呢。江元义坚定地拒绝。诗兰暂时别去了，等你四哥好了再见。等你四哥好了？笑死人了，根本没有这一天。那诗兰就别去了。哼，看来谢荣璇真的撑不了几日了。走。去哪儿？想办法把你二哥从牢里捞出来。娘，圣行院那边怎么没动静啊？有的，贾大夫1日3遍去看四哥的。不是说5日就会没命吗？谢荣璇是武将，身子向来强壮，估计还可以再撑几日。第6日、第7日、第8日、第9日，江姨娘母子3人真的等不下去了，派人偷偷到圣行院打听到谢荣璇不行了。是真的不行了吗？保真，说是只有一口气。江元义和贾大夫日夜在床边守着，让四弟撑到武帝中进士。想得美。娘，我怀疑他们会隐瞒四弟死讯，一直到武帝中进士。哼，那可由不得他们。一旦确认谢荣璇已死，咱们硬闯圣行院，到时候再告江元义和贾大夫一个知情不报的罪，将他们赶出景国公府，省得碍眼。元义，我死。你不要说死，你不要说死。现在已经是第10日晚上了，谢平还没有回来。会不会是谢平遇到什么不测？钱野花都长在靠近东夷的身上，他会不会遇到东夷人？江元义转头看向床上，谢荣璇消瘦的身子靠着大营枕，脸白如纸一般，双眼微闭，整个人仿佛没了气息一般。江元义眼泪一下汹涌而出，谢荣璇似是感应一般，睁开眼睛虚弱道：又哭了，过来。江元义缓缓坐到谢荣璇跟前，谢荣璇想要给江元义擦眼泪，可是他的手已经抬不了那么高，他只能握住江元义的手。看来老天爷想要我死。江元义哭着道：你不要说死。元义，我不怕死的。15岁去边关那一刻，我就不怕死的。后来得了怪病，我也没怕。可是遇到你，就怕死了。你不要说死。谢荣璇撑着直起身子，歪倒在江元义肩头，气若游丝。不要哭，你一哭，我都不知该怎么办。元义，我死。你不要说死，你不要说死。好，不说，我撑住。江元义却是知道谢荣璇的身子真的撑不住了，他扭头看向窗边的更漏，马上就到第11日，他真的没有办法了。真的没有了？真的没有了吗？老天爷，能不能帮帮忙？砰的一声，房门被重重推开，春桃进来就大喊：世子夫人，谢平回来了。世子夫人，小的回来迟了。
不吃不吃。世子夫人，是钱野花，是钱野花。世子夫人，来得及吗？来得及，应该来得及。谢平心里一颗大石头终于落定，砰的一声累倒在地。谢平，让他处理，把谢平送回去，找钟大夫给他看一看。世子夫人，这些花怎么用？江元义取出一株浅叶草，上面有4、5朵浅叶花，他抽出数根银针，直接扎进去浅叶花中，放到桌上。我们现在挤一碗浅叶花汁出来。要不要洗一洗？不用，直接将花瓣、柱头、花柱、萼片、花丝、花药全部放到细纱布上，包起来，用力挤出一碗鲜花汁就行。需要加别的东西吗？不需要。那我来，你去给世子爷扎针。世子爷，这次我给你扎针会有点疼。至少有活下来的可能。一定要活下去。已经到了10日，江云逸真的不确定谢荣玄身上的毒素扩散到什么地步。好。江元义手指微颤地将谢荣玄衣裳脱掉。谢荣玄感受到江元义的紧张，他笑了笑，故意道：都看我身子那么多次了，还紧张？谁紧张了？不紧张，那就是有眼馋了。你少诬陷人。谢荣玄还想跟江元义斗斗嘴，可是他实在是没有力气了。江元义却因为谢荣玄这几句无足轻重的话，缓解不少紧张。他从浅叶花中取出一根银针，如往常一样扎进谢荣玄涌泉穴。疼？一点。怎么可能是一点？平时江元义给谢荣玄扎针时，就没有听到谢荣玄吭一声，可见这一次是真的很疼了。但他必须继续扎针。谢荣玄担心给江元义带去压力，硬撑着再也没有发出声音。江元义将银针全部取下的时候，惊觉谢荣玄全身都是汗。谢荣玄脸上带着不正常的红印，嘴唇鲜红，问：好了？好了。别占我便宜，快把衣裳给我穿上。江元义无心和他斗嘴，忙将衣裳穿上。还在疼？忍一忍。好。一会儿还会更疼？没关系，来吧。喝了这个会很疼。谢荣玄和往常一样一口饮尽。世子爷如何？谢荣玄刚想说没事儿，胸口一阵绞痛，他立刻趴在床边，一口黑血吐出来，紧跟着又一口鲜血，全身上下瞬间像是抽掉筋骨一般疼痛。他咬紧牙关，修长的手指紧紧几乎要抠碎床沿。世子夫人，这是怎么回事？现在血中的毒必然会吐血排毒，然后接连抽筋刮骨一般的疼。疼过之后呢？疼过之后就好了吗？不知道。江元义真的不知道谢荣玄接下来会怎么样。谢荣玄疼得摔倒在床上，全身蜷缩起来。世子爷！忽然，谢荣玄白色的身衣慢慢出现血点。这又是怎么回事？鲜血顺着扎针处流出来了。谢荣玄痛呼，一个翻身从床上滚下来，脸色由白变红，缩着身子在地上打滚，如同困兽一般嘶吼。江元义再也忍不住，扑上前，伸手抱住他的头，强压着心里的疼痛，大声喊：世子爷，世子爷，撑住，撑住，不要放弃，不要放弃！怀中的人不停地颤抖，嘴里无意识地发出一些声音，想要睁开他，又不想睁开。江元义牢牢地抱住他，哭着道：世子爷，坚持住，一定要坚持住！你说你要快点好起来，要去北周弄死东夷那帮龟孙子的，世子爷，撑住啊！谢荣玄突然紧紧搂住江元义的腰，埋到他的颈窝，吃力的道：我还要和你一起。好，说好的，我们。谢荣玄突然又吐出一口鲜血，江元义的肩头顿时一片温热，紧跟着环在他腰间的双臂陡然垂落，怀中的人突然就像没有了生命一般，顺着他的肩头滑落，重重摔在地上。
世子爷，世子爷，贾大夫扑上去给谢荣玄把脉。贾大夫，世子爷怎么了？江元义察觉到不对劲儿，他也跟着把脉。贾大夫的手从谢荣玄的脉搏上移开，颤抖着伸向他的鼻息。世子爷没气儿了，没气了，世子爷死了。窗外窥视的黑衣人心头一喜，连忙离开圣心院。江姨娘、三爷、六姑娘，世子爷死了。当真？千真万确，谢平从东夷那儿弄来浅叶花解毒。解什么毒？自然是荣花药的毒。彪子没有听到其他毒药的名字，以为谢荣玄中的是荣花药，连忙点头道：对。然后呢？然后世子爷不停吐血，黑血、鲜血都有，身上冒血，床上地上都是血，看起来相当吓人。贾大夫宣布世子爷没有呼吸，春桃也说死了，世子夫人直接杀住。真惨。我们现在是不是可以把死讯告诉父亲？不可以，四弟刚死，我们就知道这事说出去，父亲不说什么，府上其他人也会觉得我们时时盯着四弟他们，用心不良，我们的名声会受到影响。没错，荣晋是要成为世子爷的，得重视名声。我们就按照之前的计划行事。江元义公布四弟的死讯，那我们等着世子爷之位就行了。江元义若是隐瞒，那我们就去告知父亲，然后硬闯圣心院，除掉江元义和贾大夫。没错，世子爷之位已经在我们手中，就等着昭告天下了。娘，明日一早你去宣进堂，看看江元义会做什么，我们再计划行事。娘也是这么打算的。世子爷，你说你要活下去的，骗我是小狗。世子爷没有死，他没有死。世子夫人，世子爷已经没有呼吸，没有脉搏。那是毒药和解药碰撞，造成假死状。假死状是会有微弱的脉搏。世子爷身子太弱，所以我们察觉不到他的脉搏。贾大夫亲眼看着谢荣玄吐血、流血、疼痛，直到失去呼吸，他也很难过。他知道世子夫人会更难过，他没想到他会难过到失去医者的理智，他心疼极了。贾大夫，不要宣布世子爷的死讯。一旦宣布死讯，晋国公府就会着手办丧事，将谢荣玄送进棺材中。就算他醒来，也会面临闷死的可能。3日，给我3日时间。3日后，世子爷若不醒来，你再告知母亲和父亲好吗？好。那请贾大夫这3日像往常一样来给世子爷诊治，向母亲汇报，不要让任何人察觉异样。你也不能说出去，徐嬷嬷也不能说。你怎么还在这儿？世子夫人，奴婢写好这些就过来陪你。为何要陪我？春桃也认为世子爷死了，世子夫人和死人待着会害怕，世子爷会醒过来的。奴婢想陪着你。不用，你写好了就休息吧。世子爷，你说你要活下去的，骗我是小狗。贾大夫，正好我要给母亲请安，我们一起吧。贾大夫点头，二人一起来到宣庆堂。江姨娘和谢世兰又在，王氏一如往常的询问谢荣玄身子情况。贾大夫心里发虚，江元义温和带笑：母亲，夫君昨日服了新药，看会儿书便睡下，一夜好眠。看你能装多久，一会儿景国公回来就拆穿你，让你滚出景国公府。世子爷吃得好，睡得好，着实不错。好好好。这么说，四哥身子就好？是，我前几日到庙里给四哥求个平安符，想要亲自交给他。四嫂，我可以去看看他吗？什么平安符？大华寺里的平安符，很灵验的。是上面有檀香的那种？是。六妹妹应该知道，夫君近来是以鲜花入药，实在不易接近木香。不过六妹妹的心意我会传达给夫君。还好世子夫人提醒，不然诗兰可要酿成大错了。诗兰，快来向你四嫂说感谢。多谢四嫂提醒。江元义淡淡的道：客气都不客气一下，就这样接受谢意？这个上不得台面的东宁伯府庶女，知道自己是盘菜。娘，四哥到底有没有死？你小声点儿。彪
子的话能不能信啊？回颐和园再说。得知最有用的谢平从东夷回来后一直昏迷不醒，他们终于找到机会，在第2日晚上获知精准的信息。这下确认死了。我派出去的人摸到谢荣玄的尸体，怎么样？没有呼吸，身子冰冷发硬。娘，我们怎么办？天亮后按计划行事，带着你父亲硬闯慎刑院，活捉江元义和贾大夫。世子爷，我每日用起叶花枝给你擦身子、扎针，你怎么还不醒啊？你都睡了2日了，明日再不醒来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。世子爷，我胆小，没有见识，没有能力，应付不来一整个景国公府。你说过你会保证我和母亲、安妹妹安度一生的，你都没有做好，你怎么可以一直睡？你不能一直睡着。世子爷，你醒过来，醒过来啊！谢荣玄真的像死掉一样，没有丝毫反应。江元义心里突然生出一股巨大的恐惧，恐惧谢荣玄真的已经死掉。他一把搂住谢荣玄的胳膊，趴到他的怀里，哭着让他醒过来。突然咯吱一声传来，江元义的哭声一止，转头向窗子看去，一个男人跳进来，他的脸也在墙角灯光照射下显现出来。谢荣生不是应该在大牢中吗？江姨娘景国公把他捞出来了。江元义心头大骇，大声喊：春桃！继续喊，反正他们已经被我迷晕了。谢荣生一步步朝江元义走，望着他绝美的脸蛋，玲珑有致的身姿，眼中是掩饰不住的色欲。四弟妹，好久不见，你不知道从见到你第一面起，我夜夜都想你，想得可紧了。二哥，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，你是不是来找世子爷的？他个死人，我找他干什么？他没死。四弟妹，你调皮，你真调皮。不过我喜欢。我不喜欢你。江元义终于挪到药箱前。不重要，我喜欢你就够了。你不要过来！你敢过来，我就不客气。小美人儿，你还挺聪明的。不过在绝对的实力面前，匕首毫无用处。你别过来！我就过来，你能怎么样？好，你过来吧。四弟妹，你别乱来。那你走，继续走。呀，四弟，你醒了。江元义这2日做梦都是谢荣玄醒来，闻言立刻看向床上的谢荣玄。也就是这么一会儿走神的功夫，谢荣生猛地一步上前，抓住他的手腕，一下夺走他手中的匕首，随手就扔到了谢荣玄的身上。谢荣生，你放开！你是景国公府的二爷，你怎么可以做这种不耻的事情？越是挣扎，谢荣生越是兴奋，根本不听江元义说什么，直接将他按到桌上。跑出去，一定要跑出去！砰的一声，他重重地摔趴在地上。贱人，老子真是小看你了，居然敢踹老子命根子！好，老子今天就让你见识一下老子命根子的厉害！江元义抓住旁边的凳子，狠狠砸向谢荣生。谢荣生歪头躲过，凳子通的一声落到旁边，周围再没有障碍物，江元义挣脱不掉。这时候他想到娘亲，想到姐姐，想到那个和他有过婚约的男子，想到谢荣玄。他从记事开始，虽然吃了很多苦，但也得到很多很多的爱意。虽然他一直都很爱这世间，世间也值得。只是他若是在这里遭到谢荣生的侮辱，那么就会有人把脏水泼到姐姐身上，以后姐姐的婚事困难。这个值得的世间对女子要求太多太多，他微弱的力量撼动不了什么，他只能清清白白的去死。看着谢荣生又一次扑向自己，他躲不掉了，正要咬舌时，突然谢荣生身子飞出，砰的一声，重重地砸到墙面上，紧跟着啪的一声掉在地上，直接吐出一口鲜血。这是世子爷。元义，是我，谢荣玄。面对谢荣生的暴力时，江元义没有哭，
面对死亡时，江元义也没有哭。可现在，仅仅看着谢荣玄，他的眼睛就红了。你醒了？我醒了，醒得有点晚，对不起。世子爷，玄逸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没有，你没有对不起我，你终于醒来了。江元义嘴上这么说着，心里的委屈、恐惧、绝望却一涌而上，他失控地痛哭起来。谢荣玄更紧地抱住江元义细软的身子，自责、内疚、心痛地想要杀掉谢荣生。这是把他给淹了。世子爷，你把他淹了，便宜他了，害怕吗？你在，我就不怕。那就不用管他。那我给你把脉。谢荣玄自顾自地给江元义擦眼泪。我要给你把脉。怎么样？好了，真的好了。那你还哭？我高兴。谢荣玄继续给江元义擦眼泪。傻子，你刚刚是想要咬舌自尽吗？他诚实点头。为这么一个畜生去死，傻不傻？可是他要……那就当被狗咬了，别用贞洁那玩意儿绑着自己。别人会说……不要去管别人说什么。别人会说你，说娘亲，说姐姐。世子爷，我们活在这样的世俗规则里，不可能全然不在乎。还好你没事。还好你醒来了。剩下的事情交给我。什么事儿？江姨娘带着父亲他们来了。你怎么知道？我听到了。他们来干什么？找谢荣生的？找我的，找我的尸体。江姨娘他们是不是知道你死，担心我隐瞒实情到武帝中进时，让武帝成为世子爷，所以他们迫不及待找父亲前来，坐实你的死亡事实，然后怂恿父亲立谢荣庆为世子。没错。我赶走他们。说了，剩下的事情交给我就行。江元义，开门！我们已经知道世子爷的情况了。江元义，我去给他们开门。别去，他们已经开始招门了。砰砰砰！江元义，你居然隐瞒世子爷的死讯！谁允许你直呼世子夫人的名字？什么人在世子爷卧？你是？我是来找你们索命的。荣玄，你没死。哼，让你失望了。你说的什么话？你做的什么事？我昨夜歇在吴姨娘房里，天不亮，江姨娘跑去说我死了。没错。还说江元义隐瞒我的死讯，想要对国公府不利。你儿子是生是死，你得从小妾那里知晓。你不同母亲说一声，带着人就闯我的院子，撞我卧室房门。我也是关心你。你可真会给自己的眼盲心瞎找借口。谢荣玄，我是你爹，你怎么说话的？我向来实话实说。你，父亲，好像是二哥。是二哥。好多血！荣生，父亲呀！荣生，你这是……这谁干的？我干的。你个不孝不公的东西！害我儿断子绝孙，我跟你拼命！江姨娘起身扑谢荣玄，谢荣玄长腿一伸，勾出一只凳子拦住江姨娘的路。江姨娘狼狈地摔趴到凳子上。娘，我今天要好好教训你这个误入法度的！你们说地上躺着的人是谁？是我们二哥谢荣生。不对吧？我记得二哥犯了行贿受贿罪，正在大牢中赎罪。父亲，你们可别乱说，不然可是犯欺君之罪。父亲，这个真的是二哥吗？父亲、娘、六妹妹、三弟，你们要眼睁睁地看着儿子去死吗？儿子去死了，就保全你们了，是不是？你们就这么狠心吗？我疼！娘给你找大夫，现在就给你找大夫。快点！荣庆，去喊大夫。好，不许去。
国公爷，真的忍心看着荣生去死吗？他可是你的亲生儿子呀！来人，带二爷去府医院。快点，快点！我倒要看一看，谁敢带他走。我才是景国公府的主人。那你发号施令试一试。谢荣玄，我是你爹。是吗？你要是不说，我都不知道呢。谢荣玄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算账。谁欠你的？那就要问你的宝贝女儿了。我什么都没做，什么都没有做。对，你没做，是你。我做了什么？荣华药一事没有过去几日吧？怎么回事？前些日子夫君以鲜花做药，谢世兰得知后，将荣华药撒到花瓣上，意图毒害夫君。我没有。不承认是吧？我真的没有。好，那就报官。不能报官，不能报官。你不承认就得报官。不是我。报官就报官。报官吧。那就报吧，没有证据的报官可是要挨板子的。谁说没有证据？仙草。彪子，你们两个怎么回事？他们两个就是证据。江姨娘出主意谋害世子爷，谢三爷派彪子买荣华药，香草收集世子夫人行踪，六姑娘亲自下药，你们一个人都跑不掉。父亲，你想要怎么处置江姨娘母子四人？你们居然这样歹毒！国公爷，我们知道错了。荣华药不算毒，我们只是想让四哥走得痛快一些。闭嘴！把杀人说成帮忙，无耻至极。可是我们没有杀人。四弟活得好好的。没错，我们只是犯错，没有罪的。对呀，国公爷，我们知道错了，好在没有伤到世子爷，你饶了我们吧，我们以后再也不犯了。不处置的话，那我亲自去报官。母亲，我和你一起去。我也去。我也去。我也去，顺便去大牢里看一看我的好二哥。来人，带江姨娘回到颐和馆闭门思过，将谢荣庆送出景国公府，把谢之兰送进庄子里。你满意了吧？不满意。你忘了一个人。把谢荣生送回牢里，刑期不满不得出来。四哥哥，他们说你死了，他们又说你没死，吓死我了。没死。别哭了。四哥哥，你没死，太好了，太好了。快放开，你太重了，压得我累。荣玄，母亲，我活下来了，让你担心了。贾大夫，你快给荣玄把把脉。世子夫人，你应该给世子把过脉了吧？贾大夫，您医术高明，您再给世子爷看看吧。那我再看看。贾大夫，我四哥哥怎么了？贾大夫，是不是荣玄出什么事情了？通了，通了！什么通了呀？贾大夫，你要急死我们呀！是世子爷的气脉全通了。意思是我四哥哥没病了，身上也没毒了。脉象不浮不沉，强弱有致，节律有序，确实没病也没毒。世子夫人，对吧？没错，世子爷好了。荣玄是彻底好了。彻底好了。世子爷，你要做什么？走，我们睡觉去。不行不行，我现在就想睡。不行的，你刚刚醒来，身子弱，不能。江元义，你不会是迫不及待的想和我洞房吧？明明是你想要洞房的。也可没有。那你说睡觉？谢荣生差不多寅时闯进来，紧跟着父亲江姨娘，一直闹到现在。你不困吗？啊，是真的睡觉啊？元义，你是真的好色？我没有。我都没有想到洞房，你一下就想到那里去了，还说不是一直在觊觎我的美色？就不是。那就是馋我的身子？不是。想和我生孩子？你不要胡说。谢荣玄向来能说会道，
江元义不是他的对手，脸蛋更红，转身就要逃。谢荣玄伸手拉住他。去哪儿？我不要睡觉。你不困吗？不困。骗人！刚刚都看到你眼皮打架了。就不困。我困。那你睡。一起睡。玄义。啊？江元义。干什么？闷不闷？不闷。肯定闷。不闷，你快睡觉，别说话。你胆子真大，敢命令爷。放我下来，会有人看到。爷抱自己媳妇儿，还怕人看吗？江姨娘还在颐和馆里反思呢。谢荣生呢？他在牢里喊疼。世子爷真的狠，不但阉了他，还伤了他的腿。就算他刑满出狱，也是瘸子，祸害不了姑娘家了。三爷带着妻妾出府过日子，有点拮据。六姑娘日日在庄子里痛哭。国公爷呢？他近来常去吴姨娘那里，不过国公夫人根本不在意，她每日都忙得不得了。外面都传世子夫人给世子爷冲喜冲好了，好多人都过来送礼祝贺，国公夫人都要接待不过来了。对，接待不过来了。世子爷，你又连一身汗。你不是说出汗好吗？你出的有点多了。那我明日少练一会儿。你快去洗洗吧。一会儿我们去宣金堂。去宣金堂做什么？不是说了吗？母亲忙不过来，你作为世子夫人，得搭把手啊。谢荣玄朝进房走。世子夫人，世子爷这是让你跟着国公夫人学习长家呢。看，樱桃，想吃吗？这棵树上的樱桃很好吃，酸酸甜甜的。好高，够不着。谢荣玄突然蹲下来，单臂搂着江元义两条细细的小腿，轻松地将他搂起来。世子爷，这下可以够得着了吧？你放我下来。摘樱桃。放我下来，会有人看到。爷抱自己媳妇儿，还怕人看吗？江元义羞得双手捂着脸。快点，摘樱桃，我也吃。我不摘。不摘，咱们就这样耗着。他从指缝中环顾四周，没有看到下人，再放下双手，昂起白嫩的小脸，看树上的樱桃。那个的，摘那个。哪个？就你头顶那个。多摘些。装不下啊。你身上不是有锦带吗？装满。我们会不会摘太多了？不多，你那么能吃。你才能吃。你能吃。你能吃。你没人洗呢。不干不净，吃了没病。乱讲，病从口入的。爷当年打仗的时候，连草根都吃过，怕是个小樱桃。爷当年刚到军营，就是一个小小的兵头。你是从小兵子做起的？不然呢？哦。爷遇到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将军。什么都不懂，怎么当将军？拼爹啊，想混个名声。居然还有这样的事情！本来就是一个很简单的战役，那狗屁将军瞎指挥，我们小兵子只能听指挥进攻，结果中了埋伏，拼死逃进一个山沟里，遭到敌人围堵，弹尽粮绝，眼看就要饿死了，也组织大家扒草根，好好的吃一顿，然后打起精神，采用声东击西的战术，将大部分敌人引开，突击敌人最薄弱的地方，冲出去之后又回击敌人，把他们全部歼灭了。爷从那次之后就升职了，爷厉害吧？厉害。是不是觉得爷英勇神武？你都喜欢惨爷了吧？你乱说什么？你就是喜欢死爷了。你嘿，听不到。给你吃。没洗呢。那我吃。江元义伸手抢过来，并用手帕擦着樱桃表面，便道：在军营里没条件的时候过没条件的日子，在府上有条件了，那就过有条件的日子，又不冲突。给。谢谢世子夫人。你四哥哥，四嫂嫂。八妹妹。四哥哥，你手里拿的什么？是樱桃，八妹妹要吃吗？自己去摘。你给我2颗吃就行了呀。不给。母亲，你看四哥哥变抠门了。付出才能有收获，你自己摘去。我一会儿就去摘。哼，坐吧。不错，我们来给你分担事务的。元义。是母亲。你来对一下礼品单子，不认识的、不知道的就问我和青青。这个叫青玉平顺吊坠，不值钱，但韧性好，寓意好。母亲，四哥哥对四嫂嫂真好。只要你四哥哥健康长寿，随他高兴。他
太过分了。母亲，什么事儿？是谢荣庆有事儿。他有什么事儿？说他妻子生病，儿子受伤，小妾怀孕。他这是要银子？这是他递进来的第3封信。他出府的时候不是带银子了吗？带了大把银子，现在到我面前来卖惨了。真是烦死了，他自己做的什么事情不知道吗？怎么还有脸向国公府要银子？看他这个架势，我若是不给银子，他就会在外面到处散播我苛待小妾、庶子和庶女了。散播就散播，我们身正不怕影子斜。你已经14岁，明年就要开始相看夫婿。若是外面都说我苛待小妾他们就会觉得你是个不讲理的，好人家不会让你进门。不让我进门，我还看不上他们呢。母亲，外头不知道江姨娘母子4人要害夫君的事儿吗？国公爷说家丑不可外扬，所以府里上下都敲打了一番。再丑得过谢荣生行贿受贿吗？你什么意思？不要怕，你直说。谢荣生是谢荣庆的亲哥哥，他能干出来行贿受贿的事情，那他弟弟做出杀害世子爷、勒索主母的事情也不足为奇。你的意思是把事情都抖出去？抖落出去一部分，就是谢荣庆谋害世子爷这里，结果老天保佑，世子爷活下来了，但府上念在他没有造成伤害，就把他赶出府去。这样会不会损害景国公府的名声？那母亲就派人去给他送银子。还要送银子啊？送一点点就行，10两、20两都行。这也太少了。多少都无所谓，主要是大张旗鼓的送。他要与不要，别人都知道母亲去送银子了，任谁都会夸母亲得体大度，仁至义尽。以后谢荣庆再说景国公府的什么谣言，不但伤不了景国公府分毫，反而会让人觉得他忘恩负义，活该被赶出府。你怎么想到这些的？我说的不好的话，你们可以……你说的很好。真的吗？真的。我让人去办。母亲，让元义去办吧。我不。江元义下意识的想要拒绝，突然察觉到谢荣玄直白的目光。世子爷，我可以吗？可以。那我就试一试。母亲，让我试试吧。怎么不说话？说什么？随便说什么都行。说话呀。世子爷，你好凶。我好凶？好凶。谢荣玄这辈子的好脾气都给了江元义，没想到却得到一个你好凶的评价。我什么时候凶了？刚刚就好凶。刚刚？刚刚是什么时候？说清楚一点。我说不想去办谢荣庆的事情，你就好凶。我都没有说话，怎么凶了？表情好凶。我那不是凶。就是凶的。我是想要你可以独当一面。我知道。那你还说好凶？你就是好凶啊。所以你就生气，故意不说话了？不是，我是在想事情。你就是生气？不是。就是。不是。行，你说不是就不是，以后也注意点，尽量不凶，好不好？好。傻样。你傻样。江元义推开谢荣玄。你干什么？大庭广众下不要搂搂抱抱。谢兄。荣玄，你真的好了？好了也不让我们去看你，什么意思？何止好了，这辈子一定死在你们后面。行啊。这是爷的妻子江元义。嫂子。何公子、吕公子、施公子、张公子，初次见面略备薄礼，莫要嫌弃。小礼品不是白收的。楼下衣着质朴的谢荣庆正在小摊位前买饭。轮到你们表现了，表现什么？夫人，把你编的那些话告诉他们。三哥，什么情况？这2个人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有礼貌了？你们来干什么？三哥，我们来给你送银子的。对，给你送银子。这2个人干什么？怪里怪气的，有病吧？你们发什么疯啊？三哥，你写信给母亲说是没银子，母亲特别担心，让我们亲自送过来。给，最上面一张银票是20两的。20两，那一塌顶多200-300两，打发叫花子。我不要你们的银子。啊，夫君，我手好疼。疼什么疼？我都没打到你。夫君，真的好疼，真的好疼。
谢荣玄怀里顿时软软香香的，不由得心猿意马。江元义小声道：“世子爷，你说话呀！说三哥，你嫌弃银子少，我下次便多带些给你，你何故要伤我内子？”三哥，你嫌弃银子少，我下次便多带些给你，何故要伤我的内子？你们故意的，你们要搞臭我的名声。夫君，我好怕。谢荣玄，你们就这么对我是吧？好，我会让你后悔的。说，三哥你别使性子。三哥，你别使性子。不好意思，让你们笑话了。不怪三哥的，是我们给的银子太少。小夫人，是你太善良。一位大娘边吃着江元义送的糕点，边劝江元义。低头看到江元义手中银票最上面一张是1000的，他惊得一个趔趄。大娘，你没事吧？一张1000两，那一沓银票少说2万两，2万都嫌少。谢荣庆真是个挨雷劈的。小夫人，你们夫妻对哥哥真好。唉，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，他如今不愿回去，我们也不能勉强。大娘，您是他的邻居，以后麻烦你们帮忙照看一眼。一定，你放心。夫君，我好怕。你不要学啊！你怎么那么会演？我演什么？哎呦，夫君，真的好疼，真的好疼啊！你不要学。夫君，我好怕。你不要学啊！好了，不学了。你哪儿学的这些？我嫡母、嫡姐都会。每次他们欺负我和娘亲、姐姐时，就是这样恶人先告状。父亲次次吃这一套，我看多了就会了。那你怎么不用这一套回击他们？嫡母是主母啊，我们怎么能回击？以后爷罩着你，想怎么回击就怎么回击。好啊。江元义笑着转头，鼻尖一下抵到谢荣玄的鼻尖，视线里是他放大的俊颜，漆黑的眼睛，长翘的睫毛，紧实的肌肤，还有清冽的气息。好想再靠近一点。他突然觉得自己好像是有点好色，一阵羞意瞬间涌上来，他赶紧扭头看向马车窗外。谢荣玄愣一下，看向另一边马车窗外，耳朵通红。荣玄，事情办妥，现在大家都在讨论谢荣庆的事儿，一切都如嫂子所预料的发展。嫂子你真是太厉害了，比荣玄的孟姑娘还厉害。荣玄的孟姑娘。谢荣玄脸色一沉，张十一微微一怔，意识到自己说错话，想说什么补救一下，何宽直接打断道：“那个，大家渴了吧？我们去喝点茶怎么样？要不要逛一逛？”“不要了吧。”“想逛就逛。”“可是……”“不用可是，爷说逛就逛。”“不买了。”“怎么不买了？爷有的是银子。”“那也不能乱花，不买了。”“世子爷，谢谢。”“又谢什么？”“谢谢你买这些东西。”“咱夫妻2个说什么谢？”“你在笑，是不是爷抱着你，你很开心？”“你别胡说。”“喜欢爷就喜欢爷，很正常的，爷就是这般迷人。”“你真不知羞。”“我和母亲都知道了，你的计划成功了。如今连各个府上知晓景国公府事情的都在骂谢荣庆，没有人相信他说的话。以后他再怎么闹都不碍事的。”“对。四哥哥呢？”“父亲找他说话，夫君说没什么的，不要担心。”“八姑娘有一封你的信。”“我的信？谁写的？”“孟云锦孟姑娘给的。”“云锦说什么了？”“她回京了，说想来看看我们。”“哦，元义啊。”“是，母亲。”“你知道孟云锦吗？她是武明侯嫡女，从小和荣玄一起吃喝、看书、玩，跟我们府上的人都很熟悉。那时候都说她和荣玄长大是要成婚的。”“怪不得张十一会说荣玄的孟姑娘，原来他们差点就成婚了。”“两家人也觉得他们2个合适，但都没有明说。待到他们年纪到了，荣玄忽然去北边关，一去就是3年，回来没有多久就得了怪病。景国公府也就没有再提婚事，
接着，孟云锦也跟着父母去外地就职。所以从头到尾，四哥哥和孟姐姐之间什么都没有。四嫂嫂，你不要乱想。我不会乱想。那我能请他到府上来吗？兴国公府是你的家，你想请自然可以。既然云锦回来，不如把何吕师昭4个人也请来，你们好热闹热闹。可以可以，四哥哥中毒后不想见人，他们好久都没来府上了。母亲，我去办吧。行，你办。谢谢母亲。不过你一个人我不放心，让园艺和你一起办。好呀好呀。我不太会，就跟着你学一学。我教你，我全教你。一次宴会都没干过，你会教什么？说话也不害臊。母亲，你看四哥哥又埋汰我。不理他，母亲觉得你和你四嫂嫂行。荣璇，国公爷找你什么事？问我身子如何？好了就进宫看看。媳妇真好。这人说话怎么不分场合？那你准备什么时候去？再过几日吧。那行，那就先办宴会。好。孟姐姐也会过来。她回京了。刚回来没几日。你和八妹妹好好准备宴席，不懂的就问母亲。四哥哥，你怎么不嘱咐我？嘱咐你细心点，别弄得一团乱。你不要小看人。那就做出来让我看看。看看就看看。四嫂嫂，我们一定要办好。孟姐姐，许久不见，你长高了，变美了。孟姐姐也是。孟姐姐，这是我四嫂嫂江元义。世子夫人，孟姑娘。四哥哥他们都在园子里，我们快去。梦英姐，荣璇，你好了。好的。太好了。别在这儿说话呀，快进园子，里面好多吃的。走吧。孟云锦很自然地扯上谢荣璇的胳膊，朝园子里走。走走走。江元义目光落在谢荣璇胳膊上，心里又酸又涩又堵。傻在这里干什么呢？走啊。江元义手上一暖，他抬眼看到谢荣璇近在眼前。我怎么了？没什么。那怎么还不走？走啊。这么慢，要我抱你吗？不要不要，有人看到。这个宴会你准备得很好。我和八妹妹一起准备的。你说力多？一样多的。谦虚了你，世子夫人。你好讨厌。孟云锦直直地望着这一幕，他记得从小到大，谢荣璇只会这般温柔地对自己。从什么时候开始，谢荣璇就变了？他刚刚只不过是拉着他的胳膊进园子，他就突然甩开他，奔向那个出身低微的女人，并且温柔地注视。四哥哥、四嫂嫂，你们快来呀！荣璇，你家宴会准备的挺别致啊。我和四嫂嫂准备的。和吕师张4人一起夸江元义和谢青青。谢荣璇给江元义加一片肉，故意道：犒劳世子夫人。还有我，还有我。没你的份儿。哼，你就疼四嫂嫂吧。八妹妹，你别乱说。别乱说，爷的媳妇儿也就得疼着。时间过得真快，荣璇已经成婚。也就成婚3个多月。我都快忘了我们以前的事情。怎么可能忘记呢？我记得清清楚楚呢。你个小孩子记得什么？谁小孩子啊？我2年后几集。记得从前我和荣璇出去玩，你总是像跟屁虫一样跟着我们。谁都跟着，皮得很。荣璇记得有次青青从树上摔下来吗？记得，青青不止摔一次吧？孟姐姐也摔过，四哥哥背着你去看大夫呢。哎，这事儿我怎么不知道？几个人不知不觉就说起少年时的种种事情。江元义少时和娘亲、姐姐待在东宁伯府西小院里，过着胆战心惊的日子，根本不认识谢荣璇等这样的高门大户，也就不知道他们身上发生过什么，自然插不上话。孟云锦是故意将话题引到过去事情上的，正聊得兴奋时，谢荣璇却不再接话，低头同江元义耳语。不知道说什么，江元义娇嗔一句，谢荣璇满眼笑意。孟云锦面色十分难看，但他很快调整过来。一顿午饭在欢声笑语中用完。荣璇，你游玩的时候多照顾一下青青。哎呀，母亲，我自己会注意的。四哥哥，你快去检查一下马儿吧，我们随后就到。一会儿见。世子夫人会骑马吗？我不会。没关系，很容易学的。我的马鞭忘记带了。你呀，
怎么这么粗心？我记得我刚刚拿在手里的，有母亲的。孟姐姐、苏嫂嫂，你们先走，我一会儿从院子后门去追你们，很快就能追上的。好。姑娘，你听到了吗？堂堂世子夫人居然连马都不会骑呢，真是给远征大将军丢脸。别乱说。奴婢没有乱说，一个庶女借着冲喜之名当上世子夫人，还是掩盖不了低下的身份。世子夫人，我刚刚听到国公夫人咳嗽，似乎生病了，你要留下来伺候吗？世子夫人那么懂事，一定会留下来照顾国公夫人吧？那我一会儿和荣轩说一下。世子夫人，再会。江元义定定看着孟云锦的背影，心里五味杂陈。世子夫人，马车准备好了，我们赶紧走吧，不然世子爷会着急。江元义却没有动。世子夫人，怎么了？江元义没有说话，微微低头，脑子里全是丢脸、庶女、冲喜、低下的身份这些字眼。明明他什么都没有做错，明明他很友善的对待每个人，明明他很努力的变好，为什么他们要自以为是的定义他，要欺负他？不是他的错，对，不是他的错。破碎的信心缓缓凝聚在一起。他是大夫，他懂病理。刚刚母亲确实咳嗽了，但不是生病，是呛着而已。世子夫人，世子夫人，春桃，我没事儿。世子爷他们说要按时出发，现在已经晚了，怎么办？错过的话，我们就找一辆马车去。江云逸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双手捧着江云逸的脸，毫不犹豫地吻下去。我不打算去游玩了，是不是？不是。那你在这里做什么？等着看我和别的女人双宿双飞吗？不是。我看你就是。我不是。别人一戳你，你就缩，你是乌龟啊！我说多少遍，不要那么在意别人的话，你不知道吗？我知道。你知道个屁！庶女怎么了？庶女不是爹生娘养的吗？庶女就不能有本事了？庶女当了正妻就该死吗？庶女就必须得低人一头吗？谁家往上扒3-5代，不是地里刨食的？谁比谁高贵？你自己都看不上自己，别人怎么拿你当回事？冲喜怎么了？你冲好了你厉害，你自卑什么？有本事让他也成为世子夫人。身份身份身份，没本事的人才日日把身份挂在嘴边。摁什么摁？你长得美，性子好，会医术，又聪明，需要在意那些身外的东西吗？我问你，以后是不是只要有女人看上我，说你几句庶女冲喜的，你就要把我扒光洗干净送到人家床上任人糟蹋？我没有，我没有。那你一声不吭就要留下来陪母亲，什么意思？我不是你男人吗？我不值得你抓紧一点吗？我不值得你去骂一骂孟云锦吗？不是的。我不是你男人。不是。不是。我不是这个意思，你别生气，听我慢慢和你说。谢荣玄快要气疯了，他不管不顾，双手捧着江元逸的脸，毫不犹豫地吻下去。江元逸顿时睁大眼睛，尽管谢荣玄想亲江元逸很多次，可真的这么做了，他自己也愣住一瞬，仅仅是一瞬便继续亲下去，许久才放开他，耳尖通红地问：我现在是你男人吗？江元逸在谢荣玄亲上来的刹那，大脑一片空白，到现在整个人还是懵懵的。还不是。谢荣玄再次亲上江元逸柔软的唇瓣，江元逸总算反应过来，一把推开谢荣玄，后退数步，脸红的几乎要滴血。谢荣玄瞥一眼旁边的春桃，奴婢去前院。春桃噔噔的跑走。我还不是你男人。江元逸羞得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，再也不出来。不是吗？那再亲。是。那你不应该抓紧我一点，不应该骂一骂孟云锦吗？我早就打算这么做了。早就？孟姑娘二人说时，我真的挺难过，确实退缩了。可是我堂堂正正做人，为什么要自卑呢？没错。然后我就想到娘亲、姐姐，还有你。你们一直鼓励我，夸奖我，我应该坚强一点。对。我打算追上你们的，哪知道你就过来了。合着也白生气了。嗯。那你怎么不早说？
我生气很好玩吗？你说话那么多，说话那么快，说话声音那么大，我打断得了吗？你怪我？没有怪你，是真心话吗？你是为我好的。你知道就好。谢荣玄冲江元义伸手，江元义不解，不去游玩了？游玩就游玩，为什么要牵手？想牵就牵，哪有那么多事？我和孟云锦没什么。啊？我年少时一心想要出人头地，做母亲、姐姐和亲戚的后盾，不让他们受任何人的欺负，根本没有想过成婚一事，也没有想过和孟云锦成婚，所以我才会那么坚决的去北边关，一待就是3年。所以你不要听他乱说，以后不管是孟云锦、何宽、吕一鸣、施静、张十一还是别的什么人，只要不尊重你，骂打都行，不尊重我媳妇儿就是不尊重我，要这样的兄弟何用？何宽他们很好，他们有我好？没有你好。哼，算你有眼光。神呢？应该已经出城了。那我们什么？我们去追？可是大庭广众。走小路，走小路，我们走小路。江元义，你年纪轻轻，怎么满脑子都是迂腐的规矩？无规矩不成方圆。行，你说的对。叫世子爷，城外好美啊！没有你美。世子爷，那儿有渔船。好多船啊，跟画里一样。东宁伯爷江广山真不是个东西，会生孩子不会养孩子，好好的闺女什么都没有见识过。世子爷、世子夫人来了。四哥哥、四嫂嫂。世子夫人、荣玄，你们终于来了。是啊，快坐下来喝点水。我们去那边坐。孟姑娘，不好意思，我夫君说去那边坐。媳妇儿。干什么？喊夫君。不喊。喊一声。你好烦啊！孟云锦咬牙切齿地听着二人对话，心里妒忌地发狂。姑娘，你流了好多血。孟云锦手上一直拿着一根树枝，看到江元义和谢荣玄恩恩爱爱的样子，不由握紧拳头，硬生生被树枝上的毛刺刺出鲜血。春桃，拿药箱。孟姑娘，请坐。江元义动作娴熟地清理伤口，消毒、上药、包扎。好了。嫂子会岐黄之术啊！你才知道，我四嫂嫂医术特别高，我四哥哥就是我四嫂嫂治好的。嫂子好生厉害呀！嫂夫人深藏不露啊。我不碍事的。真是倒霉，一会儿你不能坐船玩耍了。坐船？是啊，四嫂嫂没有来这玩耍过，也没有坐过船只，所以四哥哥提前订了一艘小船，一会儿我们要上船捉鱼赏景。不坐船也是可以的。不可以，一会儿四哥哥他们要捉鱼。孟姐姐，你就好好在这待着吧，我们一会儿就回来。姑娘，你看那个女人挨世子爷多近啊，长得娇娇柔柔、乖乖巧巧，那里就是个狐狸精。姨娘生的就是好手段，姑娘太正直了，才斗不过她。四嫂嫂，前面有一个果子，我们去摘啊。你们忙，我也去摘果子。谢荣玄一听，立马抬起头，见孟云锦走向江元义，他心下一紧，赶紧把肉串都塞给张十一手中，连忙朝江元义走去。世子夫人，孟姑娘，你手受伤了，不能摘果子。多谢世子夫人关心，不过我历来也不干这种粗活。青青也在摘果子。青青爱玩，我也爱玩。听说东宁伯府主母十分严格，世子夫人应该没有空玩吧？没错，嫡母十分严苛，早早就告诉我们不要看上有妇之妇，太丢脸。世子爷和我们姑娘先认识的，那世子爷怎么不娶她呢？你不过就是靠出血上位的，犯法了吗？你身份低下。有你低吗？江元义，没有你的话，没有我的话，世子爷就死了，也不会娶你。江元义，一个人知道羞耻，才能走向高贵。可你觊觎别人的夫君，还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，真是世间罕见。你早知道你还是这副样子，我刚刚就不应该帮你处理伤口。江元义声音软软的说完这些，觉得自己没有谢荣玄说的好，赶紧补充一句：疼死你。元义，啊，我们洞房吧。夫人，
果子摘好了吗？差不多了。那回去吧。世子爷，你什么时候过来的？从梦云行走到你跟前，也就来了。你刚刚骂得不错。我在心里打过草稿的。哈哈哈哈哈！你笑什么？爷第一次见骂人还要打草稿的。哎，媳妇儿，别恼啊。去哪？就是觉得你太可爱，也才笑的。不想理你。你也教教我打草稿呗。你还说？好，也不说。你别搂着我。就搂你。别搂。就搂。你讨厌。你说谁讨厌？说你。再说一遍。说你。媳妇真乖。世子爷，你真讨厌。身上疼不疼？为什么会疼？今日你走不少路，又骑马。也没有走多少，我如今身子很好的。身子。元义。啊！谢荣玄突然一个翻身，将江元义压到身下。我们洞房吧。谢荣玄不由分说地靠近江元义饱满的嘴唇。不可以。为何？你身子不行。我不行。不，我的意思是说，你虽然好了，但你中毒2年多，需要好生养一段时日才可以行房。我觉得我可以了。谢荣玄要亲。不可以。你再忍一忍。忍多久？这个得问一问贾大夫。你不是大夫吗？这方面我还在学习。你躺好吧。不想躺好。那你想做什么？不能洞房，可以做点别的。谢荣玄到底亲上了江元义的嘴唇，不过和前面2次浅尝辄止不同，这次他撬开他的齿关，长驱直入。唇齿纠缠，江元义无力反抗，也没想反抗，慢慢沉沦。两人纠缠许久，方熄灯。世子夫人，你颈子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江元义抬眼，从梳妆镜中看到自己细长脖颈上一排排红红的唇印，瞬间想到谢荣玄昨晚的梦浪，脸颊通红。没什么。都红了呀。不碍事的，你继续梳头吧。徐嬷嬷，什么事儿这么开心？五爷中状元了。当真？真的不能再真了。他现在穿着大红袍，骑着高头大马，和榜眼探花在游街呢，好多人去看，国公夫人高兴极了。五弟做的不错。金榜贴出来了。贴出来了。世子爷，我想去看看金榜。你看金榜？我想看看我认识的人上榜了没。你还要认识的人科考？我未来姐夫，他是当朝四品右监一大夫的庶子，本来前年应该与我姐姐成婚的，结果他祖父突然去世，他需要守孝1年，婚事推迟到春闱后，我想看看他有没有上榜。好，我同你一起去。中了，他中了。谢荣玄面带笑容地将江元义放下。江元义但凡多看一列，就能看到他的未婚夫宋景之中了探花，娘和姐姐一定很高兴。我们要不要告诉他们？他们应该已经知道。父亲母亲这时候应该很忙，我们赶紧回去帮忙吧。不逛街了？不逛了。不看看状元榜眼和探花的风采了？不看了。历届探花可都是大件的美男子。美男子啊，江元义有点想看看了。谢荣玄顿时不悦。探花肯定没你好看，不看了。我们回府。宣静堂里欢乐一片，谢荣龄目光不由自主地落到江元义身上，瞥见他脖颈处的红印，目光一暗。五弟，四哥。晚宴后，谢荣玄走出宴席，走进一处亭子，负手而立。四哥，你什么意思？我喜欢他。起来。四哥，自你中毒起，母亲全部心思都在你身上，父亲一心扑在江姨娘母子4人，娘性子软弱，又怕影响我科考，所以在府上受委屈也不说。谁让他受委屈？下人。谁指使的下人？江姨娘。元义做了什么？他和娘说话，给娘送点心，给娘治病。也许是因为他的善意，昂高踩低的下人有所收敛，娘脸上有了笑容。
这和你有什么关系？我看过他待人温和的样子。那时候，谢荣林从书院回来，看到他在庭中给他娘秦姨娘把脉。徐徐的春风吹动他乌黑的发丝，他同秦姨娘微微一笑，干净、柔软又平静，仿佛一幅名画一般。那一刻，他才知道，原来书中美好的女子是存在的。后来你说你死后，我便是世子，你有了非分之想。是啊，我想，我若为世子，那她还是世子夫人。你没有机会了呢。我本来就无意做世子，不会破坏你和四嫂。你破坏得了吗？这是第一次，也是最后一次。下次你再敢觊觎她，我饶不了你。我知道你喜欢四嫂，四嫂也喜欢你，你们天生一对。陛下赐给我一座状元府，过几日我就搬过去，然后接受陛下的赐婚。那便好，我会像四哥一样为大晋效力。那你得多多努力。我是你亲弟，踹的时候就不能轻点儿。谢荣玄突然转身，捧着江元义的脸就亲。世子爷，真没想到虎弟能中状元。那是爷没考，爷若考了，就没他什么事儿。不过虎弟就是比谢荣生他们有礼数多了。整个景国公府最有礼数的是我。不是啊，我觉得虎弟……谢荣玄突然转身，捧着江元义的脸就亲。你干什么？亲一下下不行吗？行是行，可是……行就继续亲。谢荣玄继续扑向江元义，江元义被亲了许久，才得以沐浴，然后坐在床上看书。哪知道谢荣玄沐浴之后，继续抱他亲他。江元义侧手问：“世子爷，你属狗的吗？”“不是。”“你肯定是属狗的，老舔人。”谢荣玄这时明白过来，江元义是在调侃他。“好啊，你现在都会骂爷了，爷定要好好奖赏你。”“不是骂。”“不是骂，那更要奖赏。”“世子爷，不要闹。”“认不认错？”“认错。”“认错态度不够诚恳。”江元义求饶不行，便也挠谢荣玄，两个人就在床上闹起来，欢笑声充满整个卧房，直到二人睡下。“世子爷，过几日我想去东宁伯府看看娘亲和姐姐。”“我陪你一起去。”“谢谢世子爷。还有……”“说。”“我今日想去街市上逛逛，买些东西送娘亲和姐姐。”“来，让谢平带着银子跟着你去。”“也好吧。”“爷最好了。”“那你亲爷一下。”“你讨厌。”“是孟姑娘，她身边的人是……”“是我嫡姐江采洁和江采清。”“孟姑娘怎么和他们在一起？他们不会是计划坑害世子夫人吧？”“他们轻易进不了景国公府。”“那他们怎么走在一起？难道他们要害娘亲和姐姐？”“有可能。”“我们回府。”“回府？我们都没有买礼品。”“回头你单独出来买，我先下回去写信。”“是。”“西平，这2封信很重要，请你一定要亲自交到他们手中。”“是。”“给谁写信呢？”“世子爷，你回来了。”“怎么这么早？”“陛下身子不好，不能久留。”“那你有没有见到熹妃娘娘？”“见了，也见到七皇子了。娘娘担心我身子刚好，不宜为时太久，恰好我也不方便在后宫久留，就早早回来了。”“他们见到你非常高兴吧？”“对，娘娘泪流满面，七皇子非让我抱。”“你抱了没？”“抱一下。”“怎么就抱一下？”“不然呢？你喜欢孩子？”“非常喜欢。”“那我们现在就生一个吧。”“你真讨厌。”“回头我们一起进宫，你去抱抱七皇子。”“可以吗？”“当然可以。”“好。”说半天也没说你给谁写信呢？”“还能有谁？自然是我父亲和姐姐。”“告诉他们你要回娘家。”江元义摇摇头，把今日见到孟云锦和江采洁、江采清一起喝茶的事情说出来。“我担心他们对娘亲和姐姐不利，所以我给父亲写一封信，说你身子越发好，很快就可以上职，还说未来姐夫徐延进前途不可限量，震慑他一下，让他护着娘和姐姐。”“真聪明。”“和你说正经的，你不要动手动脚呀。我给姐姐写的信是让他们最近小心一点。”“那你怎么不担心他们对你不利？”“我日日在景国公府，他们的手也伸不进来啊。”“那还是要小心。”“我知道。”“这个时候去东宁伯府也没什么作用，我派人跟踪他们看看。”“我们按计划去东宁伯府就行。”“好。”“先帮五弟搬家。”“怎么了？”“你要给五弟搬家？”“是啊，母亲有别的事情做，
我是他嫂子李英。我去办。那行，你去帮忙，我在院子看医书。好。四哥，搬妹妹。五哥哥，我们来帮你搬家。钟离，这间房里还有2本书。四哥，它好好看啊！景之，过来。景之，这是我四哥，远征大将军谢荣玄。四哥，这是我同窗，也是这届的探花郎宋景之。久仰谢将军威名。客气。谢荣玄回礼，宋景之不由自主地看向谢荣玄的身后，想要寻找什么，却没有找到。他失望地收回目光。院里没有什么东西，还让你们都来，实在过意不去。四嫂嫂本来也要来的，可四哥不让她来。就你多嘴。宋景之闻言又看谢荣玄一眼，俊美无愁，战功赫赫，只是脾气这样不好，定会吓到软糯又胆小的元义。他心疼得不得了，后悔自己回京晚了，后悔。东西也都收拾的差不多了，我去和母亲辞别。我和你一起去。你去做什么？他唱着他乡遇不一步一句是相思，台下人金榜正题名，不曾人台上就像是。他第一次来景国公府，想要四处看看。那我们一起去母亲那儿吧。江元义说看医书，就真的乖乖坐在窗前看书。谢荣玄缓缓走到窗前，趴到窗台上。江元义一转头，看见谢荣玄的俊脸。谢荣玄突然一个情深，吻住他的嘴唇。江元义先是一愣，接着把谢荣玄推开，满脸通红地捶打谢荣玄结实的胸膛。你怎么不分场合？好多人看着呢。哪里有好多人？春桃他们在院子里浇花。那就没有空看到咱们。五弟叔父呢？咱们送的礼品给他了吗？给了。去东宁伯府的礼品都准备好了吗？好了。母亲又给了一些。怎么又给？给就拿着呗。那不给父亲，给娘亲和姐姐。都随你。对了，这几日孟云锦他们没有做什么吗？没有。再继续看看吧。回娘家也不开心。开心的。看上去心事重重的。可能昨晚没有睡好。江元义突然想到，昨晚二人在床上又惊又闹的，恼道：一会儿到东宁伯府，不许对我动手动脚的。是，夫人。姐姐，怎么了？到房里再说。淑云，你神神秘秘做什么？元义，宋景之也来了。宋景之，他是户部右侍郎幼子，早年宋江两家关系不错，他有空就会到东宁伯府玩耍，明里暗里帮助江元义、姚姨娘、江若云不少。渐渐的对江元义产生感情，可他是嫡子，江元义是庶女，宋家人不同意他们成婚，他据理力争，最终宋家人妥协，只要他金榜题名，独自开府，就不过问他要娶谁。他开心的同江元义、姚姨娘、江若云三人保证，金榜题名时就会娶江元义。只是没多久，他随父亲调任，毫无音信。他中了探花。探花？真的金榜题名了？什么时候的事情？就是和谢荣林、徐延静一起中的。若云，你怎么知道这事儿的？早上徐延静的书信里提到探花宋景之，我正要去库房找你说时，看到江高志将宋景之请进府里。江高志请的？江宋两家一直有来往，可是江高志这个时候请他来府上，就……你是怕江高志居心叵测？说不定是孟云锦、江采洁、江采金三人指使江高志这么做的。即便如此，宋景之温润善良，但元义极好，应该不会伤害我们的。可他到底和元义有一段过去，谢世子若是知晓……景之和元义清清白白的，知晓又怎么样？东门大户里的男子各有各的缺点，可他们偏偏要求女子完美无瑕，否则……元义，娘，你没和谢世子提过景之的事儿？没有。那我回到景国公府以后和他说一说。现在只能这么办了。你和他好好说说，千万别惹着他，找一个他心情好的时候，语气柔一些。那如今宋景之在府上怎么办？不去见他就行了。唉，真是造孽啊！那也是父亲和母亲造孽，偏偏让妹妹冲喜，不然妹妹和宋景之冲喜挺好的。你世子也很好，
希望他不要再意宋景之这件事情。姨娘、四姑娘，什么事情？夫人那边忙不过来了，让你们去帮忙，说是用完饭再聊。知道了。元义，你在这儿休息，待会儿再去到检院正厅用饭。你们去吧，不要担心我。我怀疑孟云锦他们3人会往你和宋景之身上泼脏水，为了你们好，千万别见面。元义，宋景之看着软糯的小姑娘，如今身着华服，眉目越发精致，浑身上下透着一种沁人心脾的柔软和舒适，是他日思夜想的原意，是会躲到他身后的原意，也是答应同他成婚的原意。他终于见到他了，他的眼眶瞬间通红。江元义有一瞬间的怔忡，旋即想到孟云锦等人，心里一惊，连忙收回视线，慌张地朝正厅走去。元义，世子夫人。元义。江元义见要倒地之时，一只大手搂住他细软的腰肢，他一站定，就看到谢荣玄英俊的脸庞。宋景之瞬间清醒，立刻停步。谢世子会怎么做？他已经知道江元义和宋景之的过往，又撞见2人偷偷见面，肯定会发脾气。发脾气有什么的？上次江元义回门时，谢世子就发脾气了。除了在战场上需要战略忍耐，他从来不会委屈自己。江元义等着被抛弃吧。世子爷，小心点。饿了吧？有一点。我们去用饭吧。好。元义，宋探花饱读圣贤书，却在大庭广众之下大呼小叫内子归名，是否于理不合？宋景之闻言一愣，谢荣玄不再多说，揽着江元义朝正厅走去。就这样啊？谢世子没有发脾气啊？感觉他对江元义那个贱蹄子格外温柔呢。不对啊，依着谢荣玄的性子，肯定会立刻冲宋景之和江元义发脾气，怎么这么淡定？云锦啊，怎么回事啊？不着急，他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契机，找到就会闹翻全场。一场午宴就这么平平顺顺过去，没有一丝波澜。世子爷，是不是很难受？谢荣玄沉默一会儿，声音里克制着某种情绪。很难受。你太久没有沾酒，可能有些不适应，缓一缓就好了。喝点水。不想喝。谢荣玄中毒时也没有这么难受。那你睡一会儿，到景国公府我再喊你。你去沐浴吧，我坐一会儿就好。你有事儿唤我。药箱、药罐、药瓶、银针包，这些通通都是他送给你的。知道了，原来他全部都知道了。你带着这些东西嫁给我，你根本就不喜欢我，是不是？你根本就不喜欢我，是不是？江元义回答不上来。我很凶，性子不好，很讨厌，是不是？不是。不讨厌，也不喜欢吧？江元义慢慢垂眸。你喜欢温柔的、文雅的，是不是？是。江元义本性懦弱，渴望安宁，他从小就害怕性子不好的人，本能的喜欢温柔文雅的人，也不止一次期望未来夫婿文雅谦和，只是像宋景之那样温润如玉的，是吗？谢荣玄心里一阵苦涩，道：不对，你就是喜欢宋景之这个人。江元义没有否认。那你为什么嫁给我？想起来了，你是来冲喜的。谢荣玄眼眶通红道：所以你从头到尾都是被迫的。我其实……我一个快死的人，本来不同意冲喜的，但你们东宁伯府说你喜欢我多年，自愿给我冲喜，不然就自杀，是这样吗？你也不知道，是吗？江元义确实不知道。你可真是无辜啊！凡事都是别人做的，你什么都没有做，可我却什么都相信了。我觉得死前救一条人命也挺好的，所以答应了冲喜。谢荣玄是很凶，性子也不好，但他内心深处真的很善良。
江元义眼睛控制不住的酸胀。现在回想起来，我可真傻。没有，你不傻。我傻，我就是傻。我轻易的相信你喜欢我多年，并且真正自信。在你面前，我就像个跳梁小丑一般。谢荣玄病了2年多，生命之末，这个娇娇软软的小姑娘来到他的身边，他看到的第一眼就觉得格外舒心。他总是让她不要太喜欢自己，是怕自己死后她会太过伤心。实际上，每每想起他喜欢自己多年，他都满心欢喜，并且感觉到温暖。结果都是假的，都是假的。你一定每日都在心里嘲笑我吧？没有，世子爷，我没有。你不要这么说话，不要这么说自己。那你为什么不否认？谢荣玄突然提高声音，江元义吓得一哆嗦。谢荣玄觉得自己真是没救了，仅仅是说话声音大一点，吓到他，他都会觉得心疼的不得了。他不受控制的压低声音道：你明明有那么多次机会去否认，你为什么任由我错下去？我不敢。起初你是不敢，后来我对你那么好，你有什么不敢？江元义回答不上来。谢荣玄挑起江元义的下巴，逼视着他道：江元义，你长得一副人畜无害的模样，我就真的以为你是人畜无害。我今日我若是不提，你是不是永远都不会说出来，继续看我出丑？谢荣玄松开手，一滴眼泪从他眼中滑落，他迅速擦掉痕迹，将脸偏到一旁。江元义没有急于解释，是想要等谢荣玄大发雷霆后彻底冷静下来了，他才好同他说清楚。他没想到他根本不像以前那样发脾气，更没有想到他会难过到这种地步。世子爷，不是那样的，我要和你说的，我和宋景之是有一段过去，可是我们……你这是承认了，是吗？谢荣玄听不得他和宋景之的事儿，一点都听不得。可是我们只是口头上的。口头上就没有感情吗？不是这样的。我不想听你说。不要说，我和他只是过去，我和你才是现在和以后。你没有过去，他也没有过去，你到底要骗我到什么时候？已经过去了。药香算什么？药罐算什么？不是他送的吗？不是和他衣裳的风格一样吗？不是你一直留到现在的吗？我并没有银子换别的药香。哈哈哈，你是景国公府世子夫人，没有银子买一个药香，这话你自己相信吗？可是它并不重要，我不需要再换。那什么重要？你冷静一点，我和你好好说。我不相信你说的。那你相信什么？我只相信一直以来的事实。你拒绝拉手，拒绝亲吻，拒绝洞房，都是因为你心里面藏着别人。谢荣玄狠狠甩开江元义的手，后退2步。根本不是这样，我是担心你身子。你敢说你喜欢的不是宋景之？你说实话，不要骗我，也不要骗你自己。问问你自己的内心，你到底喜欢谁？谢荣玄双眼通红。江元义迟疑一瞬，仅仅这一瞬，谢荣玄的心都要被扯开一样，鲜血淋淋，他快要不能呼吸。他想砸掉面前这个碍眼的药香，可那是他的药香，砸了以后他一定会难过，会哭，会怨他。到了这个时候，他才发现自己真是下贱，明知道他不喜欢自己，还巴巴地顾虑着他的一切。最终他只是压着心头滔天的不甘，不痛不痒地推一下药香，撞的茶碗发出当啷一声。他转身朝外走去。世子爷！隆一阵雷声，大雨倾盆而至。谢荣玄毫不犹豫地走进雨中，江元义抬步去追。世子爷！世子爷！世子夫人！江元义已经追出圣行院，却到处看不到谢荣玄的身影。世子夫人，我们回去吧。世子夫人，临病了以后，什么事情都办不了了。谢平，世子爷。世子夫人，世子爷没有回来，小的来拿世子爷的换洗衣裳。什么意思？世子爷今晚在外面睡。外面？哪里？
世子爷不让小的说。他要在外面待多久？小的不知，请世子夫人允许小的为世子爷拿换洗衣裳。好，我拿给你。有劳世子夫人。世子爷今日淋雨了，晚上不可再受凉。小的知道。你和他说，我在府中等他回来。是。元义，你怎么了？脸色不太好啊，是不是昨晚没睡好？是。是不是因为荣璇啊？看来是知道了。江元义垂眸。不要担心，他就是去剿匪而已。他2年多没有上战场，这次也就是跟着何宽去练练手，不会有危险的。江元义突然想到谢平回来拿衣裳，一下就明白了。就算是他们吵架，他也不想让别人知道，免得王氏责怪他，免得有人看轻他，免得有人欺负他。他心里胀胀的，眼睛酸酸的，道：是。不过什么？不要担心，我是想说，不过锦州有点远，他可能要过一段时日才能回来，所以这段时日不要担心，好吃好喝着。是，母亲。世子夫人，世子爷回来了。世子爷在哪儿？世子爷，能够嫁给你，我很幸福。世子爷在哪儿？在静轩堂同国公夫人说话呢。他有没有受伤？没有，一切很好，剿匪还成功了。那我去找他。世子夫人，慢一点儿，我们走小路。世子夫人，李嬷嬷不必客气。世子夫人这时候过来为何事啊？听说世子爷回来了。世子爷刚走啊。刚走？去哪儿了？回圣行院了。你们没有碰到？我走小路来的。那一定是走岔路了。江元义想立刻回去，可他已经走到宣静堂，不去看一看王氏不合适。李嬷嬷看出来他的纠结，道：国公夫人要休息了。那我就不打扰了。世子夫人慢走。世子爷回来了吗？刚刚回来了。现下在哪儿呢？在净房沐浴。好，我知道了，你们下去吧。是。谢荣玄从净房出来，一身青色薄衣，脸上带着些许水渍，削弱他五官的锋利，整个人有一种雨过天晴的俊朗。江元义这时候才发现他好像瘦了。谢荣玄抬眼看到江元义，脱口而出：怎么瘦了？江元义张嘴想说什么，心里莫名有一种委屈。话音刚落，谢荣玄懊恼自己嘴太快，明明他还在生气的，结果就这么巴巴的贴上去，真是没出息。世子爷，我换了新的药箱，这些都是新的。这个银针包是用你的衣裳边角料做的。世子爷，能够嫁给你，我很幸福。谢荣玄动作一停，用力压了又压，才将上扬的嘴角压下。你知道的，我在东宁伯府过得不好，我胆子小，怕事儿，每次都是娘亲和姐姐保护我。可是娘亲和姐姐也没什么大本事，所以我们经常挨骂、挨打、挨饿。宋景之这时候出现。谢荣玄皱眉，江元义敏锐地察觉到了，忙安抚：你听我说完。他明里暗里帮了我们很多，送给我很多医书看。那时候我什么都不懂，只觉得他人很好，以后也想找个像他那样好的夫婿，离开东宁伯府，顺便帮一帮娘亲和姐姐。世子爷，你不要发脾气，也不要说话，让我说完。你说。后来我们都到了婚配的年纪，他想要娶我，可他是户部右侍郎嫡子，我是庶女，根本不可能成婚的。他没有说纳你为妾？没有。算他有点眼光。他和宋家人争吵，最后宋家人妥协，说只要他中进士，出府开府，那他爱娶谁娶谁。然后他就去和你说了。你不要插话。哼。他先和我父亲嫡母说：世子夫人，什么事儿？您的信。谁送的？东宁伯府那边送过来的，说是四姑娘送的。这个时候送信来，
不知道有什么事情。江元义松开谢荣玄的手道：“我先看看信。”江元义接过信就要拆，谢荣玄突然抓住江元义的手腕：“怎么了？”“这是你姐姐的笔记吗？笔画有力稳重，明显是个男人的笔记。你和他还有书信来往？他冒你姐姐的名？”“我不知道。”“你们到底背着我做了多少事？”“我没有。”“刚刚说那些做什么？又想骗我？”谢荣玄脾气再次上来，江元义根本说不过他，眼看他又要倒豆子一般发飙，他猛地扑上去，小心搂住他的脖颈，昂头吻住他的嘴唇。虽然你从来不曾对我着迷，我总是微笑地看着你，我的情意总是轻易就洋溢。谢荣玄瞬间僵住，江元义轻易撬开他的齿关，小舌探进去。谢荣玄浑身一震，伸手搂住他细软的腰肢，反客为主，凶狠地吻回去，仿佛要将他拆骨入腹一般。江元义这次没有躲避，也没有退让，直接迎上去。两人亲吻着，对抗着，动情着，直到空气稀薄，两人才缓慢分离。“世子爷，你听我说完好吗？”“好。”江元义要松手，谢荣玄搂紧他，不让他走。“就这样说。”“我垫脚好累。”谢荣玄微微弯腰，江元义脚跟落地。“可以吗？”“可以。”宋景之和我娘亲姐姐说成婚之事，我们答应了。宋景之是真的挺好的，我那时候真的太想离开东宁伯府，嫁人是唯一的方法。我认真的等他来娶我。”“那你喜欢他吗？”“我那时候并不知道喜欢与不喜欢。”江元义说完这句话，突然意识到谢荣玄说话了，忙道：“你别说话。”“好。”可他很快就随父母调任，没有一点消息。我难过一阵子，焦虑一阵子，不安一阵子，以为他爽约了。这时候嫡母不管我和姐姐有婚约，要走了我和姐姐的生辰八字，然后就让我给你冲喜。那时候我们都不了解你，以为你活不过3个月，娘亲和姐姐宁愿我嫁得普普通通，也不要去冲喜，然后守一辈子寡。他们哭着求父亲，结果被关进小黑屋。谢荣玄不知道里面还有这些事情。我想着景国公位高权重，就算是寡妇，那也是景国公府的寡妇，比东宁伯府地位高，那么娘亲和姐姐就有好日子过了。然后我就嫁进景国公府。我不知道喜欢你多年是谁传出来的，但是我不想反驳，我害怕你生气，害怕嫡母会牵连到娘亲和姐姐。我只想安安稳稳在景国公府过日子，不起一丝波澜。可是你对我很好，教我骂人，教我勇敢，教我独立，教我很多很多很多。我一点也不想你死，我想要你好好的活着，我想和你一直在一起。一直在一起？我对宋景之没有这种强烈的想法。至于药香，一开始我是真的没有银子换新的，后来也只把它和其他用品一样，没有特别的含义，也就没有想过去换新的。我不知道你那么在意。是你们府上的丫鬟说你对宋景之念念不忘，他们说你就信。我根本不管他们说什么，可是什么？可是我在意你喜欢谁。与其说他接受不了江元义喜欢别人，不如说他害怕他喜欢的是别人。他想要知道答案，又害怕知道答案。喜欢你呀。元义，你刚刚说什么？世子爷，你离开的10日里，我时时都很想你，很想。你喜欢的不是宋景之啊？拒绝拉手接吻是害羞，拒绝洞房是因为你的身子暂时不能洞房的。你喜欢的是我？你还说你很想我？
你时时都很想我。嗯，你还要问几遍呀？那你看看我。不看。看看嘛。你讨厌。谢荣玄突然弯腰，一把抱住江元义的膝盖窝，轻轻松松将他抱起。江元义瞬间比谢荣玄高出一个头。谢荣玄昂起俊脸，笑容满面地望着江元义。玄义，干嘛？我喜欢你，我好喜欢你，好喜欢好喜欢。你也说好喜欢好喜欢我。我刚刚都说过了。你说的是喜欢，没说好喜欢。你真幼稚。那你再亲我。不要。亲一下嘛。不要。好，那我亲你。谢荣玄放下江元义，捧着他的脸就亲。清冽的气息扑面而来，江元义微笑迎接着。世子爷，哎呦，我的亲娘哎！徐嬷嬷，徐嬷嬷没事吧？啊，没事儿没事儿。徐嬷嬷，你胆儿也忒小，就看个亲嘴，吓成这样。你不要说。好，听你的，我不说。自然没有世子爷行事大胆。徐嬷嬷急着进门，所谓何事？谢妃娘娘来信了，说让你和世子夫人明日进宫。进宫？世子夫人莫担心，教习嬷嬷一会儿会给你复习一下宫中的礼节，你明日就可以进宫了。好，我现在就复习。世子爷，这就走了？我复习一下礼节，免得进宫丢脸。复习好了，我再回来陪你。好。那我走了。你亲我一下。有人在。那没人的时候再亲。嗯。教习嬷嬷是不是太严厉了？不是，我想多练习练习。那也不用这么拼。也没有拼，腰和胳膊有些酸而已。走，我去给你揉一揉。不用。不揉的话，你明日还能进宫吗？用完饭沐浴之后再揉，可以吗？行。怎么样？世子爷，你好厉害呀！那是，爷以前在军营的时候还帮人接骨呢。世子爷真是什么都会。元义。你那么好色，整日看着我这个大美男，你不馋得慌吗？馋得慌。是，江元义是有一点点好色，觉得谢荣玄长得俊朗，身子诱人，但他也没有到馋的地步。如果你馋的话，我可以让你占便宜。我不馋。我觉得你馋。我真不馋。你馋。谢荣玄将手放到腰带上，轻轻一扯，领口处露出大片肌肤，隐约可见结实清晰的线条。他还继续扯中衣。这人要脱光，太不要脸了。江元义赶紧翻身，躺到床里面，扯过薄被，将自己从头包到脚，发出闷闷的叫声。世子爷，你不要耍流氓。我是让你占便宜啊。我不要占。占一下嘛。不要。江元义心跳加速，他其实有点想占的。谢荣玄笑道：不占就不占，我继续给你揉揉腰。不要揉，我已经好了。那你都不说声辛苦了。辛苦了。太没有诚意了。世子爷，辛苦你了。这样说话可不够。谢荣玄突然抓住薄被一角，轻轻一扯，一下钻了进去。你干什么？谢荣玄搂住江元义软软香香的身子道：一起睡。天太热了。用了冰的。已经进入夏季，卧房已经用冰，很凉爽。可是你的手。揉一揉啊。我不要揉了。那就摸一摸。第二日一早，两个人早早起来，郑重地整理一番。江元义特意穿上宫装，然后和谢荣玄一起给王氏请安。想着江元义是第一次进宫，王氏不由得交代诸多事情。江元义很认真地记着。谢荣玄道：母亲，进宫就是去看看姐姐，你们不要说那么多，吓得他们都不会走路了。单是看你姐姐，母亲自然不觉得有什么，可后宫那么多双眼睛盯着你姐姐，尤其是杨妃。母亲说的是，儿媳一定会谨言慎行的。
放心，有我在，没事的。把我的心意带给娘娘。好。世子爷，你礼节学得非常好，不用紧张。江元义点头。你不是想要抱孩子吗？你说七皇子吗？嗯。我能抱吗？能啊。姐姐人很好。我知道，你中毒的时候，谢妃娘娘隔三差五送信送药来。所以她会爱屋及乌，对你也会疼爱的。嗯。荣璇，你回来了。孟姑娘，我和那人还有事要忙，就不和你多聊了。世子夫人，我有话同你说。孟姑娘，我没话同你说，是很重要的事。我和你之间应该没有重要的事吧？非要我说的那么明白吗？请你说明白。孟云锦故意看谢荣璇一眼，意思是他不能听的事儿。说吧。江元义，你别怪我说话直接。那你直接一点。你……孟云锦也不再藏着掖着道，是关于宋景之的。那你和宋景之说去，和我说什么？你们以前不是有婚约吗？你也说了是以前，那你现在说什么呢？你和他之间，我和他之间的事儿与你有什么关系？孟姑娘，人要自爱，多关心一下自己。那就不劳世子夫人费心了。既然如此，那再会。世子爷，我们走吧。好。孟云锦恨得牙龈几乎咬碎，心里的怒火实在无处发泄。他伸脚踢旁边的草丛，哪知道踢到里面的石头上，顿时疼得叫起来。啊！姑娘，姑娘，你没事吧？滚一边去！孟云锦一把推开绿萍，绿萍摔倒在草地上，却什么都不敢说。我不喜欢他老是找事儿。嗯。我如今越来越会说话，是不是？你越来越像爷了。你是夸我还是夸你？都夸。元义。是娘娘。长得真娇，真美。娘娘谬赞了。多谢你救荣璇的性命。娘娘，这是臣妇应该做的。好好好，来，我们坐下来说。谢清惠询问王氏和谢青青的情况，谢荣璇道：母亲很好，青青还是那么莽撞。八妹妹是越来越懂事。江元义为谢青青辩解，见江元义这么护着谢青青，谢清惠心里格外舒坦。她也不在意什么庶女不庶女，只要能够和母亲、弟弟、妹妹融洽相处就行。陛下近来身子如何？不太好。他近日可常来后宫？每次都是去杨妃那里。永宣帝继位不久，立皇后的儿子二皇子为太子。可惜二皇子荒淫无度，调戏后宫嫔妃，直接被废。这2年，宫中皇子有的摔断腿，有的痴傻，有的爱礼佛。只有谢妃生的7皇子和杨妃的5皇子是合适的储君人选。谢妃和杨妃自然而然地成为对手。你们好不容易来这儿，不提糟心的事。姐，你放心，不管结果如何，你和严歌儿都不会有事的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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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吃点点心吧。没一会儿，谢清惠带江元义和谢荣璇看礼品。你要抱本殿下吗？啊？你若是想抱，那本殿下就勉强让你抱一下。原来7皇子都是这么像人要抱抱的。你不想抱本殿下？江元义想抱，但他不敢擅自抱。萧炎却以为江元义不想抱自己，惊讶道：本殿下这么可爱，你不想抱？像，太像了，这股子傲娇劲儿简直和谢荣璇一模一样。回殿下，并不是，臣妇得问一问娘娘和世子爷。元义，你抱得动他吗？抱得动。那你抱吧。回府我也要抱抱。江元义弯腰将萧炎抱起来，萧炎熟练地伸手搂着江元义的脖子。江元义微微一愣，本殿下是怕你不会抱，所以才搂你脖梗的。七殿下真会说。外甥似旧，荣璇小时候不仅会说，还会吵架。
有一次，他和3个孩子吵架，你噼里啪啦说个不停，直接说哭2个孩子。这么强？爷小时候就厉害。不但如此，他和严根一样大的，也喜欢让人抱抱，特别粘人。他现在也粘人。啊？谢清会惊讶，江元义意识到自己好像暴露了什么，顿时羞红脸。西殿下重不重？我不重。你不重？我都没感觉到我重呀，我跑起来跟飞一样，好轻松呀。元义，累的话就把他放下来。臣妇不累。他喜欢小孩子。那赶紧生一个啊！媳妇儿，听到没？姐姐催你呢。你讨厌。回府我也要抱抱。元义比我想象中的好。你只看到冰山一角而已。成亲好吧？好。之前是谁说女人麻烦，成亲麻烦的？此一时彼一时。陛下驾到！父皇，参见父皇。都起来，都起来吧。朕听说荣玄带着媳妇儿来月宁宫了，特意来看看。微臣荣幸至极。荣玄身子好些没有？多谢陛下关心，微臣身子已经好了。这位便是荣玄媳妇儿吗？江元义连忙上前一步，恭恭敬敬行礼。好好好，和荣玄很般配。陛下，晌午了，不如就在这儿用膳吧。朕正有此业。一顿饭在愉快中用完。羽翼，父皇，荣玄喊太医了吗？已经喊了，不过太医一时半会儿来不了。元义，过来看看。江元义急急上前，给永宣帝把脉后，连忙掏出随身携带的银针，对谢龙玄道：“世子爷，你将陛下放平。”荣玄，姐，放心，元义有分寸。江元义拿起银针，稳稳地为永宣帝施针。没一会儿，永宣帝突然吐出一口气，江元义连忙将银针拔出，迅速将银针包收起来。陛下，您感觉如何？神清气爽，朕以为自己要羽化升仙了。你都要吓死妾了，妾还特意请了太医。不碍事，不碍事的。世子爷，陛下他服仙丹，你知道？这是公开的秘密了。陛下想要长生不老，羽化成仙？不是，他是生病，难以忍受痛苦，所以用所谓的仙丹麻痹自己。生病？谁说他生病的？他医院都是这么说的。你是不是看出来什么了？我感觉他像是中蛊。中蛊？媳妇真棒。你真讨厌。东夷医书上有记载。又是东夷。世子爷，我还不确定，我得好好验证一遍。如何验证？这是陛下的身子情况，我回去验证一番，就知道陛下是不是中蛊了。如果是，你能跟朕吗？应该能。当真？当真。谢荣玄突然捧住江元义的脸蛋，狠狠亲一口。媳妇真棒。你真讨厌。回到圣行院的时候，天已经黑了，二人坐到桌前喝口茶。谢荣玄又看到了桌上的书信，瞬间不高兴。昨日谢荣玄闹过后，江元义就没有动这封信。如今他和他已经说开，他便想知道宋景之写的是什么，便拿起信。哼，我们一起看。懒得看。那我看。你是对他余情未了吧？江元义撕开信封。你还真看？看看他说什么，然后和他说清楚。你在意啊？我才不在意。江元义看完书信，立马扔到谢荣玄的胸膛。干什么？我错了，是我错了，你不要生气，女人不能生气的。你自己看。这是咱姐的笔记。对。所以这是她写的信。嗯。那为什么装在宋景之写的信封里？你在看信的内容。
三姐担心咱们因为宋景之吵架，所以写信询问情况。再往下看，三姐信刚写完，着急和姨娘裁不了，一不小心伤到手，没办法握笔，所以最后一段说明和信封都是徐元静代写的，不是宋景之写的。对，你冤枉我和宋景之借着姐姐的名义书信往来。谢荣玄张口结舌，江元义等着他的辩解，哪知道谢荣玄一把拉住江元义的手，轻松将他拉坐到自己腿上，紧紧箍着他纤细的腰肢，微微昂头望着他白净好看的脸蛋，直接道：我错了，是我错了，你不要生气，女人不能生气的。我若是生病，也是你招惹的。是我的错，我们已经和好了，不提这事了。但书信没有弄明白。这下已经彻底弄明白了，是我的错。世子爷，你以后要相信我。好，我们好好说话。好，不要那么容易发脾气。好，你也要相信我。我相信你什么？相信我对你的心意。我相信的呀。也要相信我，只有你一个。只有我一个？什么意思？就是爷不会有妾、通房什么乱七八糟的。江元义一直都认为不久后他就会像京中其他贵族男子一样，会纳妾抬通房。他格外珍惜如今可以独占他的日子，没想到他会说出来这样的话。你不相信？江元义确实不信。谢荣玄两只大手捧着他小小的脸蛋儿，微微仰视着他，郑重道：父亲周围一群女人为了争抢父亲，互相伤害，母亲也在其中受累。那时爷就发誓，要么不娶媳妇，要么爷就只有媳妇一个人，绝不让她和别的女人争风吃醋。所以我只要你一个就够了。媳妇儿。江元义打算装睡到底，结果脸颊就被咬一口。还不相信吗？江元义不是不相信，是不敢相信。我给你写保证书。我相信你。真的相信？我真的相信你。那你亲我一下。谢荣玄昂着俊脸，江元义这次没有害羞，俯身亲一下谢荣玄的嘴唇。再亲一下。江元义又亲一下。再亲一下。你有完没完？没完，就要亲。谢荣玄昂头咬住他的唇，江元义没有拒绝，心里反而冒出丝丝缕缕的欢喜。突然间想到什么，连忙推开谢荣玄。你做什么？我要给姐姐回信。明日再回。谢荣玄还要再亲，江元义捂住谢荣玄的嘴。明日一早就要送出去。这么急吗？我怕姐姐会着急。那我去沐浴。笑什么呢？你怎么不好好穿衣裳？我穿好了。你露肉了。露这么一点你就看到了，你真好色。我明日起就要开始上朝了，每日不能和你腻在一起，好烦。江元义以为他会说什么国家大事，结果是这句话。他不打算再理他，立刻闭眼睡觉。媳妇儿。江元义不理。元义。媳妇儿。江元义打算装睡到底，结果脸颊就被咬一口，是真的咬。他睁开眼睛，伸手打谢荣玄。你干什么？干什么呀？谢荣玄任由他打，两个人在床上闹一阵子，总算消停下来，然后入睡。媳妇儿，什么时候可以洞房啊？一日不见，如隔三秋。媳妇儿，你想我没？一身臭味，快去洗洗吧。想我没有？你晚上在哪儿用的饭？想我没有？你渴不渴？想我没有？我给你倒碗水。想我没有？明日应该不用一整日都应酬吧？谢荣玄捏住江元义的下巴，让他正视自己，问：想我没有？大庆人都讲究含蓄，偏偏谢荣玄就喜欢说出来，说一遍还不行，非要一直说。江元义脸一下又红了。看来是想呢。我也想你，一整日都在想你在做什么呢？我在忙呀，你在做什么？谢荣玄一下将江元义抱起来，江元义惊呼一声，搂住谢荣玄的脖子。爷累了，我们床上说。两个人面对面躺在床上，
互相说今日做了什么。江元义说完后，谢荣玄道：太久没有进朝堂，所以今日下朝之后，就和同僚们一起吃吃喝喝聊聊。你白日没有喝酒吧？他们知道我中毒2年多，所以都没有喝酒。那就好，以后你也要少喝。一切都听夫人的。谢荣玄向江元义面前凑了凑，吻住他的嘴唇。江元义回吻，吻着吻着，谢荣玄握住江元义的手向下移，江元义吓得立马缩回去。谢荣玄重新拉他的手，江元义再次缩回去。谢荣玄气喘吁吁地爬到江元义的颈窝。媳妇儿，什么时候可以洞房啊？夏天过去就可以了。可我难受。你忍一忍。不要忍，你帮帮我。你不是都累了吗？想着你就不累了。媳妇儿，帮帮我。次日早上，谢荣玄精神极好的上朝。江元义起床后不停地揉右手。世子夫人，你手怎么了？江元义一下想到昨晚谢荣玄的梦浪，脸唰的一下通红。不该问的你别问，我是关心世子夫人啊。我没事。然后带着春桃去宣静堂。路上右手手腕手心都发酸，但他也不好意思揉，在心里骂谢荣玄混蛋不正经。世子夫人，江姨娘不必客气。好久不见了。元义，坐下说话吧。是母亲。国公爷说江姨娘抄经念佛多日，已经真心悔过，应该出来透透气，我们就不要再去计较。这是景国公能够做出来的事情。国公爷说你五弟荣龄正式成为翰林院修撰，这是国公府的大事，国公府须得宴请亲朋好友庆祝一番，我们可能忙不过来，正好江姨娘可以搭把手。国公爷说家和万事兴。一句一个国公爷说，可见王氏十分不满景国公的做法，可他左右不了，估计心里憋着怒火。母亲，父亲说的是，家和万事兴，娘娘一切安好，世子爷每日上朝，八妹妹琴棋书画样样精通，如今江姨娘也真心悔过了，是好事啊。元义说的是，我们接下来要精心准备宴席。母亲，既然是庆祝五弟进入翰林院，是不是也要请秦姨娘一起布置宴席？李嬷嬷去请秦姨娘过来。是。李嬷嬷走出正堂，没一会儿秦姨娘过来。王氏说了原因，秦姨娘受宠若惊。我不会。没关系，我们都是从不会到会的。我也是什么都不懂的，慢慢学习的。是。世子爷，过几日府上宴席邀请的宾客多数是五弟认识的人。你的意思是宋景之也会来，是吧？是。放心，也是心胸宽广之人，不会在意的。行，到时候你会和他坐一桌。他为什么和我坐一桌？你不是心胸宽广之人吗？也就是觉得他小小一个探花郎，有什么资格和严世成远征大将军坐一桌？他如今和徐延庆都是翰林院编修，虽然官位不高，但前途不可限量。而且他们是五弟好友，同你坐在一桌也不算辱没你啊。你说谁前途不可限量？这人的关注点总是奇奇怪怪。不过江元义还是斩钉截铁的道：我家世子爷前途不可限量。秦姨娘，恭喜你，儿子这么有出息，都是国公爷和国公夫人的栽培。可惜呀，这偌大的景国公府只能是世子爷的。明明五爷是最有实力的。不，世子爷上阵杀敌，保百姓平安，如临何德何能敢与他相比？哼，你这样想也行。转身就走，迎面一个丫鬟走过来，在他耳边说几句话，他连忙跟着走。秦姨娘感觉江姨娘不太对劲，她四周看了看，让贴身丫鬟先回院子，她悄悄地跟上江姨娘几人。明月升起，连排薄纱屏风将男女席隔开。可是宋景之还是透过薄纱看到了江元义的身影。宋公子，请自重。宋景之连忙回神儿，向谢荣玄行礼。大晋虽然开放，但男女大防不可忘。谢世子误会了，
只是久不见故人，想和他聊一聊过往。哼，人是活在当下。宋景之温润如玉，但心意坚定。没有过往，就不会有当下。谢荣玄不悦地望着宋景之，宋景之迎上他的目光，两人不言不语地对峙着，谁也没有让着谁。四哥，景之，你们认识？不认识。那你们这是？没事。我也没事。男席女席借着热热闹闹的氛围热聊起来。江姨娘隔空和孟云锦对视一眼，旁边的秦姨娘把一切收进眼底，却什么都没有说。她双手绞着帕子，一副心绪不宁的样子，扭头看到江元义喝一口琉璃杯中的酒水，不由得蹙起眉头。这时候，一个小丫鬟走到江元义跟前说了几句话，刚好戏台子乐声高涨。四嫂嫂，什么事儿？不是什么大事儿，我去住了一下就行。我和你一起啊。不是什么大事，我去就回。那好吧。宋景之一眼看到了，瞬间心跟着飞出去。这时候，一个小厮悄悄地到他跟前耳语了几句。宋景之精神一振，扭头看去，小厮已经不见。他看看与他人闲聊的谢荣玄，心里纠结一会儿，转头和谢荣林道：荣林兄，我喝的有些多，出去一下。让小厮带你去。好。江姨娘清楚看到，嘴角含笑地望向孟云锦。孟云锦点点头。江姨娘和王氏说自己要出宫。王氏点头。去吧。哎，世子夫人呢？世子夫人。孟姐姐，你喊我四嫂子做什么？台上正在演的戏是我最喜欢看的，我想感谢一下世子夫人的精心准备。我四嫂嫂去忙了，一会儿回来你再同她说吧。哎呦，这时候还要忙啊？有点小事要处理。处理何事？我也不知道。处理多久了？有一会儿了。派人去找找。今日人多又杂，王氏担心江元义出事，谢青青立马派贴身丫鬟淑琴去找。孟云锦闻言笑了，秦姨娘担心的不得了。淑琴许久之后回来向谢青青汇报，谢青青听得面色凝重，凑到王氏跟前说话。恰好台上一出戏落幕，四周骤然安静。孟云锦趁机惊讶的大声道：世子夫人不见了！孟姐姐，你怎么？世子夫人真不见了！元义去哪了？能去哪儿啊？不过是酒水洒到身上，他回去换衣裳了。谢荣玄转身就走，只要江元义有一丁点的事儿，谢荣玄就会失去理智。快去找你四嫂嫂。亲亲，我和你一起去找世子夫人。不用，我正好需要换一张手帕，就去慎行院一趟。啊！忽然一个尖叫声传来。发生何事？声音好像是从那里发出来的。去看看。母亲，儿媳不好，来晚了。我衣裳洒了些酒水，刚好一个小丫鬟说门口几个灯笼坏了，我盯着下人换成新的，顺便换一身衣裳，结果八妹妹和夫君就相继来寻我。原来如此。母亲，发生何事？没事了，没事了。孟姑娘，听八妹妹说你要感谢我，我就在这儿，你感谢吧。孟云锦不敢相信的唤一声：世子夫人！是我，不认识吗？是，这副娇娇软软的样子就是江元义。他没有和宋景之苟合，也没有和野男人苟合，怎么会这样？明明一切都是计划好好的，他为什么没有中招？那中招的是谁？那边发生什么事情？是丫鬟才到。报警我！是丫鬟踩到蛇是吧？是。那你赶紧去处理啊。父亲，我们走吧。好像是江姨娘的声音。砰！相拥的一男一女突然自假山处摔出来，王氏顿时皱眉，秦姨娘呆了。谢荣玄伸手，一手捂江元义的眼睛，一手捂谢青青的。孟云锦脸色青一阵白一阵。还不把他们拉开？两个护院已经在拉了，可是野男人和江姨娘抱得太紧，根本拉不开。打晕一个人。两个护院不敢打江姨娘，一起将野男人打晕。
江姨娘燥热难耐的往野男人身上蹭，画面不堪入目。江氏，晋国公大喊，江姨娘仿若未闻。江氏，江！他宠爱了20多年的女人，居然背着他和一个年轻、高大、强壮的男人通奸，这就是往他脸上扇巴掌啊！他气得全身颤抖，噗的一声，一口鲜血吐出来，直直摔到地上。国公爷，国公爷，国公爷，国公爷！来人，把国公爷送回房，将江姨娘关入柴房。四哥、四嫂、青青，发生什么事了？虎哥，你怎么不关心父亲？国公爷如何了？父亲上次晕过去时养了一段时日，身子好了很多，但钟大夫后来说他不能再晕倒，否则的话怎么样？可能会瘫痪。我们现在去看看他。现在大夫正在看呢，不急。四哥、四嫂、青青，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？我听到江姨娘要害世子夫人和宋探花，所以就告诉世子夫人了。她要害的是四嫂和宋景之。景之呢？宋景之去哪里了？钟离，我在这儿。宋景之从黑暗中走出，一袭月白色竹叶暗纹衣裳，温润谦和，十分英俊。谢荣玄顿时脸黑，问：你怎么还在这儿？回谢之子，事情未完，卑职不能离开。你还有什么事情？哎，这不，事情还没有弄清楚呢。对呀，四哥哥，事情还没弄明白。我们找个地方说，可以吗？走吧。荣林，你不要惹世子爷生气。娘，不要担心啊，四哥就是嘴上不饶人，心胸很宽广的。我们跟着四哥四嫂一起走吧。谢荣林看向宋景之，宋景之怔怔地望着江元义的背影。你心心念念之人是我四嫂？我和他相识之时，她并不是你四嫂。秦姨娘，你说江姨娘要害我四嫂嫂和宋景之是怎么回事啊？前几日我们一直跟着国公夫人准备宴席，我总觉得江姨娘怪里怪气的，就跟上去看看，然后就听到她吩咐丫鬟给世子夫人和宋探花下药。下什么药？催情药，服用以后就像江姨娘那样，完全受情欲控制。哪来的这种药？不知道，当时听他们说给世子夫人下药容易，给宋探花下药不容易，防止万一他们又从外面找一个精壮的野男人过来，一定要毁世子夫人的清白。歹徒之极，他是活腻了，必须严惩。必须严惩。这是他们的计划，事情并没有发生，你们别激动。若是发生了，也掀了他们的头盖骨。是，你先坐下，听姨娘说完。他们要把世子夫人赶出景国公府。想都别想。哎呀，你不要打断啊。好。宋景之默默地看二人一眼，心里酸涩不已。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办，就把事情告诉世子夫人。秦姨娘做了很多事情。我把下药的酒换到江姨娘桌上。娘，你……世子夫人帮助我们很多，还有你小时候受尽江姨娘他们的折磨，若不是世子爷出手，可能已经……所以换药，四嫂嫂离席，喊宋探花离席，引诱江姨娘到假山处，都是你和四嫂嫂计划的。主要是世子夫人想出的法子。秦姨娘帮忙完善的。世子夫人安排的人手。秦姨娘一直在监督。别推了，你们两个都厉害。你怎么不提前和我说？你不是说让我一个人去做些事情吗？下次遇到这样的大事，提前和我说一声。下次也要和我说，我们一起打坏人。据我所知，那种药不好买。江姨娘只是景国公府的一个姨娘，又被父亲关起了几个月，应该没有能力买这种药吧？应该和孟姑娘有关。我也觉得和她有关。她今天宴席上怪怪的，我和母亲明明小声说话，她离得那么远，好像都听到似的，不停地说四嫂嫂不见了。她在和江姨娘打配合。我会去查。你该走了吧？我今日同荣林诉府上。啊，之前说好的。荣林，要不……反正已经很晚，就睡一宿吧。江元义软软道。谢荣玄低头瞪江元义。宋景之看不下去道：谢世子。诸位休息吧，我们走了。江元义拉着谢荣玄快速离开。
宋景之神色晦暗地望着两人的背影。你干嘛拉我？宋景之就睡一晚上而已。而已？他还想睡2晚？不是的。我看他就是想一直待在景国公府不走。你都嫁人了，他还巴巴地瞅着你。他真不要脸。他的脸长得一般般，不要也罢。还是爷的脸好看，你说对不对？江云逸，你怎么不说话呀？我等你说完呀。是不是我骂他，你不高兴？江元义突然停下来，踮起脚尖，在他嘴角蜻蜓点水似的亲一下，然后注视着他。夫君的脸是世间最好看的。谢荣玄不止一次被江元义亲吻，但是每一次心里都会不由自主地涌出莫大的欢喜。这一次也是，他努力压制着，故意绷着俊脸。你亲我做什么？就想亲呀。哼，别哼嘛。你故意的。故意什么？故意亲我，乱我军心，然后不回答问题。不是呀。那你回答我刚刚的问题。我回答了呀。你回答的什么？夫君的脸就是世间最好看的。还有，我刚刚说了，我是在等你说完再说的。还有，你骂他，我没有不高兴。谢荣玄盯着江元义看，江元义坦坦荡荡地昂起脸道：“看吧，醋精。”谁醋精？你。胡说，爷才没有吃醋呢。那你老揪着宋景之不放做什么？他没爷高，没爷强壮，没爷有本事，还没爷长得好看，我盯他做什么？没有的事。是，我家世子爷最高、最强壮、最有本事、最好看的。谢荣玄闻言，嘴角都要压不住了。夫君，你在偷笑？没有。你就是在偷笑。没有。我都看到了。你看错了。没有。父亲怎么样？还在昏迷。吴姨娘和七姐姐在床前伺候着。挺好的。江姨娘不太好。她醒了。醒了，一直在闹。我们一起去看看。国公夫人，我就不去了吧。一起去看看吧。放我出去！你们什么东西，敢关我？把门打开。是。江元义，是你害我，是你让我在所有人面前出丑。江姨娘，催情药是你准备的，野男人是你找的，计划是你安排的，后果也应该是你承担，与我何干？是你，都是你。是他治好了荣玄，所以你和你的儿女们想掌控景国公府的计划一再破灭。父亲已经瘫痪，你再也没有机会了。你说什么？上次父亲因为谢荣生晕倒时，钟大夫就说过，他再晕倒一次，轻则瘫痪，重则丧命。你们骗我！骗不骗你又如何？你在所有宾客面前搂着一个陌生的男人，你以为你还有翻身的机会吗？我有，国公爷最喜欢我。既然如此，他为什么把你关在颐和馆几个月不闻不问，反而日日去胡姨娘那里呢？他宁愿日日去胡姨娘那里，也不去你那里，你不觉得自己很可悲吗？我如今是景国公府的主母，大女儿是当今谢妃娘娘，外孙是堂堂七皇子，一个儿子是远征大将军，一个儿子是翰林院修撰，儿媳乖巧，女儿活泼。你觉得我的喜悲会受一个老男人左右？只有你会把他那样无能无脑无担当的人当块宝，然后赌上自己和孩子们的一辈子。不会的，国公爷永远都对我好，永远喜欢我的孩子。他马上就把荣生接回来，把荣庆接回来，把诗来也接回来，我们一家子又可以幸福的待在一起。母亲，他怎么了？一时接受不了现实，有些魔怔。那怎么办啊？他是谢荣庆的生母，把他送出府，让谢荣庆好好尽孝。国公夫人到底是个善良的，换了别家主母，指不定如何折磨江姨娘呢。走吧。
母亲，你怎么又叹气？都是你父亲造孽。女子生来不容易，要爱自己，要相信自己，然后再去爱别人，相信别人，不能像江姨娘那样，把希望都寄托在别人身上。没错。元义，母亲，青青说的，你听到了吗？听到了。你也该这般。是。荣玄若是三心二意。谁三心二意啊？谢荣玄大步走过来，搂着江元义的肩头。母亲，你别破坏你儿子儿媳妇的夫妻感情。行，那母亲不说。一起用完早饭，江元义留下来和王氏、谢青青、秦姨娘处理府中事宜。谢荣玄不知道从哪里拿一本书，坐在旁边看着。四哥哥，这里吵吵嚷嚷的，你去书房看吧。谢青青道：只要心静，在哪里都能看书。母亲，四哥哥太黏四嫂嫂了。江元义一听，脸瞬间通红。世子爷，叫我什么？夫君。我和母亲他们还要忙一会儿，你先回去吧。我不想回去。你在这儿我专心不了。为什么呢？若是直接说你太粘人，谢荣玄说不定会赖着不走。江元义便道：我时不时想要看你一眼。那也走了。你早点回来。好。四嫂嫂，你和四哥哥真恩爱，甜死死的。青青，别没大没小的。我查明崔晴耀的事了。这么快？你是在讽刺我做事慢？你上朝练兵练功，还要处理府上的事情，这么忙，还能在5日里查明真相，真的太厉害了。走，我们出府。出府做什么？见孟云锦。孟姑娘来了。孟云锦脸上青一阵白一阵，一句话说不出来。夫君，我和春桃去楼下逛逛。你做错事就行。我想去逛。江元义想让谢荣玄和孟云锦好好做个了结。把这个吃掉再走。好。江元义带着春桃从孟云锦身边经过，孟云锦脸色一白，绿萍小声嘀咕：姨娘生的就是没规矩，不好好伺候谢世子，反而让谢世子给她剥虾喂她吃，太不要脸了。谢荣玄并没有听到绿萍的嘀咕，他目送着江元义走远之后才道：孟姑娘，坐吧。桌上饭菜已经动过了。怎么，觉得我没有礼数？你知道就好。你把手伸到景国公府就是礼数吗？说吧。说什么？把你如何买崔琴药，如何交给江姨娘，如何陷害元义等等，都说出来吧。知道了，他知道了。荣玄，你在说什么？我听不懂。谢荣玄直接把药包、药单、画押书都放到桌上，道：武明侯嫡次子身边的小厮李树，金水街百滨药铺孔掌柜，还有你身边的丫鬟玉萍。既然你不愿意承认，那我就上交衙门。你要上交衙门？有何不可？你知道上交衙门的后果是什么？不是你做的，你怕什么？你已经拿到证据，为什么还来问我？你是存心想看我难堪吗？你害我妻时，想过他会难堪吗？你就是为了江元义出气的是吗？我是来和你谈崔琴耀的惩罚方式。惩罚？你的意思是说，你还要惩罚我？没错。谢荣玄，我们是一起长大的。如果不是一起长大，你现在已经在牢房了。孟云锦闻言，身子晃了一下。姑娘，绿萍连忙扶上去。滚！孟云锦一把将绿萍甩开，绿萍踉跄倒地，忙爬起来，踉跄跑出雅间。谢荣玄，你好狠的心！我喜欢你那么多年，你居然这样待我！我从来没有喜欢过你，也没有让你喜欢我。你说谎！你是喜欢我的。如果没有江元义那个贱……请你注意言辞。如果没有江元义，我们已经在一起。如果没有江元义，我已经死了。正如元义所说，我死了都不会娶你。你骗人！你是喜欢我的。你是怪我在你生病时不声不响的抛弃你，对不对？
柔璇，你听我解释，我不是故意抛下你的，孟姑娘，我们从小一起长大，你应该知道，我喜欢什么都会主动争取，从不会藏着掖着。我没向你表明心迹，就是对你没有男女之情。江月意是冲喜的庶女，那又如何？我们不一样，我们都是嫡出，我们从小就认识。实不相瞒，我看到他的第一眼就喜欢上他。如果小时候能遇到他，那我小时候就会喜欢上他，然后护着他，疼着他，直到长大。根本不会让他在东宁伯府受那么多委屈、折磨和恐惧。你说谎！说吧，你想要什么惩罚？你想怎么处罚我？那要看你表现。你要我如何表现？你先向云逸致歉。说来说去，你不是为江云逸出气，也是为他好。不然呢？你不打算向云逸致歉？我没有伤害到他，凭什么致歉？那江姨娘呢？那是他自己做的。最近要的事儿怎么说？我只是买，用不用是他们的事儿。所以你这个幕后主谋摘得一干二净。本来就不是我的错。你笑什么？我真是把你想得太好了，所以才会过来和你谈。像你这样自私、自利、恶毒的人，直接惩处即可。谢荣玄想着谢孟两家是故交，他不能把事情做得太绝，所以前来和孟云锦谈一谈。结果他非但毫无悔过之心，反而责怪别人。你什么意思？你要上交衙门？不止。你还要做什么？谢荣玄不再理会他，抬步朝门口走。荣玄，荣玄，我们之间有10多年的情谊，你怎么能这么绝情？既然你知道我们之间有10多年的情谊，你一早就应该尊重我的妻子，而不是一再陷害她，还不知悔改。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，我悔改。是吗？是。晚了。孟姑娘，衙门有桩案子和你有关，请你和我们去趟衙门。